古代的皇帝们玩的究竟有多花？有的让妃子们穿着清凉在西湖划船，看中谁就临幸谁；有的乘坐洋车在妃子们的寝宫游荡，羊停在谁的寝宫就宠幸谁。其实你也不必羡慕他们，你也不想想，这么多妃子，再伟岸的皇帝也得变成无能的丈夫。可能有的哥们儿嘴硬，觉得自己的腰子天下无敌，那今天就让你来当这个皇帝。你叫季伯达，本是一名健美体操教练，在酒店与清纯校花做广播体操时，结果用力过猛，竟穿越到了陌生的大魏国。你头疼欲裂，缓缓从伏案上醒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妩媚到骨子里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：陛下快签了吧，再不签就来不及了。眼前一个貌美如画、骨相极媚的美人拿着笔让你签字，身后还跟着不少带刀侍卫。你下意识地说道：签什么？妖妃发出轻笑：陛下当然是割让西凉给突厥的诏书啊，送出南阳郡主和亲。你浑身汗毛倒竖，噌的一下站起来，吓得四周人一跳。废物皇帝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，你看着金碧辉煌的古建筑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卧槽！穿越了大魏国27年，皇帝季伯达，你突然想起什么，猛地从妖妃手里扯过圣旨一看，割让西凉，拱手让给异族人，还要送郡主换取和平。那妖妃显得急切，继续开口蛊惑：陛下别看了，签吧，这是而今拯救大魏的唯一办法了。你破口大骂：我签你大爷，老子又不是傻子。热血青年的气血上涌，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兜子。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妖妃发出惨叫，轰隆一声重重倒地。她捂着红肿的俏脸，美眸震惊不可置信。金銮大殿上所有侍卫宫女也尽数震撼，瞠目结舌。陛下竟然敢打蔡妃，难道陛下的酒还没有醒？四周鸦雀无声，时间仿佛静止，但你根本没有理会。你再三确认这不是梦境，自己穿越了，拥有无上权力，坐拥后宫佳丽3000，可以天天找爱妃们检查作业。你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狂笑，甚至忘了自己的处境。哈哈哈，老子这波血赚，后宫佳丽3000，统统给我穿黑丝，老子要统一全世界，还想让老子割让土地，送出公主？做梦呢！闻言，大殿内所有人的眼神都傻了。完了，陛下这不是疯了吧？看样子像啊，否则他怎么敢打蔡妃的？蔡妃父亲可是左丞相，现在可是权倾朝野啊！宫女议论，脸色惊恐。蔡妃缓缓爬了起来，她美眸透着阴沉和怨恨。狗皇帝竟敢打我！她再次开口道：陛下，这圣旨和条约你到底签还是不签？声音已经冰冷到刺骨，眼里全是杀机，已经等不了了，就要今天结束一切。你猛地回过神来，眼神瞬间冷酷，敢威胁老子？你大吼道：丧权辱国的条约，老子不签！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全场为之一阵头皮发麻。这是陛下吗？他怎么可能如此有魄力？就连蔡妃也一震，心中翻江倒海。这是废物皇帝能说出来的话，但到了这一步，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美眸一厉道：你不签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了。他迅速给身后的带刀侍卫使了一个眼神，后者眼神逐渐不善，向你逼近。你后背一凉，果断暴退，怒斥道：你们这些狗奴才想干什么？这一刻，你竟是有了一丝帝王的强硬。10几个带刀侍卫一凛，静得有点不敢上前了。蔡妃眼神阴沉冷冷道：我想干什么？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自然是送你这个废物上西天。你身边那个贱人，天下第一高手苏心斋，他已经被我的人牵制在宫外了，别指望他能来救你。你勃然大怒，一个妃子竟企图造反，不当你做出反应，这女人便高喊道：陛下，今日签下条约之后，醉酒吐血救治无效，留下遗嘱，任宰相蔡纯为摄政王，本宫为正，记住了吗？顿时四周侍卫宫女全部叛变，接连大喝：回娘娘，记住了！你朕不！这贱人是要明着谋朝篡位了。原来的皇帝特么当的也太窝囊了，身边一个忠心护驾的也没有。事实上，身体原主人嗜酒成性，喜怒无常，昏庸无能，对手下动辄打骂砍头，久而久之也就没有忠心的了。唯一几个死忠的也都被他亲手关押进死牢了。你不敢咬牙，一丝冷汗从你的额头滑落，怎么办？难道就这么憋屈的死了？老子还没有破除呢！突然，叛变侍卫发难，不给你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大吼道：死！一把钢刀从天而降，那人面色狠了，想要一刀劈下你的人头。你危机关头怒吼一声：老子就算死也要喷你们一口血！男儿的血气爆发，抄起一个花瓶就要搏杀，你宁可战死也不任人宰割。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砰的一声，一把飞剑自外破门而入，寒芒一闪，呼的一声将动手的叛军一剑封喉，尸体轰隆一声倒地。蔡妃第一个反应过来，面色大变：谁？滚出来！你双眼睁大，猛地看去，紧接着一道女子声音冷冷响起：妖妃，你胆敢弑君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
巨大的朱红门户竟猛然炸开，四分五裂。月光下，一个女人赫然出现，她衣冠胜雪，绝美冷冽，几乎像是画卷中走出来的掌教真人一般。她一步一步进入，吸引了店内所有人的目光。你的眼睛都看直了，你发誓二世为人都没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。蔡飞满脸不可置信，苏心斋，不可能，你怎么赶回来的？你听到这三字，脑中的记忆碎片如同潮汐一般涌来，原来是他，天下第一高手，皇帝禁卫苏心斋。她是被故去的太皇后邀进宫的，彼此姐妹相称。在先帝和太皇后去世之时，曾拜托她保护原主的近身安全。这些年没有她，原主绝对被暗杀了不止100次了，因为原主没干过正事，不是贪图享乐，就是霸占民女，甚至对苏心斋也不感冒。在蔡飞唆使下，原主经常疏远她，甚至是打骂，可就是如此烂泥扶不上墙，苏心斋亦是不离不弃。苏心斋呵斥道：妖妃，你以为你重金买来的那些江湖二流杀手就可以拦住我？现在证据确凿，看你以后还如何兴风作浪。蔡飞的脸色逐渐阴沉，紧咬银牙道：你回来了又如何？我就不信你一个人能挡住我这么多人，是吗？那加上我呢？一道雄浑的声音再度响起，炸响夜色笼罩的皇宫。紧接着密集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伴随着无数火把和大喊：快护驾！听见声音，叛变侍卫的脸色震怖，不断后退，神情惊慌。是夏阳，完了，禁军也来了，不是说全部都被引走了吗？众所周知，你身边有一位天下第一的女掌教，还有禁军统领夏阳，这二人是忠臣。蔡飞的脸色在这一刻彻底变了，这一切加上你的突变，强硬拒绝割地诏书，计划算是彻底破灭。他双眸一立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给本宫挡住他们。皇帝交给我。说完，他整个纤弱的身子化作残影，直扑你。你大骂一声卧槽，迅速反应过来，这娘们儿要鱼死网破了。你一边往苏心斋的方向横移，一边大喊救驾救驾，给老子弄死这个贱人。此刻的你一点也不懦弱，反而带着一身的痞气和强硬，这把苏心斋和赶来的禁军都给错愕了。今天的陛下怎么奇奇怪怪的？但也只是一刹那的错愕，整个宫殿迅速站在一起，混乱无比。顷刻间，叛变侍卫发出惨叫，一个个捂着断掉的手臂和喷血的脖子轰隆倒地。苏心斋太猛了，手起刀落，美而凌厉，妖妃你已无路可逃，速速就擒。与此同时，夏阳带着一支禁军赶到，对叛变侍卫进行清洗。蔡飞见状，妖艳的俏脸变得狰狞，他大吼道：本宫还没有输！宫装陡然炸开，单手抽出了一把长剑，转瞬就刺向你的胸膛。妖妃尔敢！大吼四起，夏阳等所有人震步，苏心斋脸色也变了，不顾一切支援而去，却不料蔡飞的美眸闪过一丝得逞的光色，长剑突然调转方向，一剑往苏心斋的胸口刺去。夏阳惊呼：苏姑娘小心！谁也没想到蔡飞如此奸诈。苏心斋作为天下第一，自然是可以轻松避开，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声怒吼率先平地起，动老子的人当朕不存在吗？一个花瓶凭空出现，狠狠地砸在了蔡飞的后脑勺上，蔡飞被活生生砸在地上，惨叫一声，额头溢出鲜血，第一时间都站不起来了。全场震惊，一双双眼睛几乎掉在地上，特别是苏心斋，清冷美眸惊愕地看着你，这时候不应该躲桌子底下吗？你砸完满脸通红，全身激动的发麻，宫辩这是谁遇到了不刺激？你大喝道：快特么拿下！都看着朕做什么？动手啊！你反应相当的快，不给机会。这时候错愕的众人才反应过来，相继迅速出手。蔡飞白皙额头满是血迹，从地上爬起来，下意识就要逃遁，但一把冰冷的长剑及时的顶在了他的喉咙。苏心斋眼神肃杀，冷冷道：你跑不了了。蔡飞咬牙，怒火中烧，紧接着夏阳浴血搏杀，大喊道：陛下，叛军已全部捉拿，还请发落。你看着一地的尸体惨状，强行忍住，学着古人道：平身吧，爱卿救驾有功，朕会重赏。夏阳以为自己听错了，陛下什么时候这么亲和跟自己说过话？一旁蔡飞无法动弹，望着四周被镇住压的手下，尸体横列，他彻底慌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突然，他的目光下意识锁定了你这个一度痴迷拜倒在他16裙下的男人，他果断选择怦然跪下，迅速挤出了几滴我见犹怜的清泪。陛下，臣妾刚才是跟您闹着玩的，臣妾怎么敢造反？您快让他松开臣妾，臣妾好怕啊！他施展媚术，炫极玉器，还故意露出了精致雪白的脚踝。陛下，快来看看臣妾的脚，臣妾真的好疼，您能帮臣妾吹吹吗？闻言，在场所有人脸色骤变，苏心斋、夏阳莫不是紧张起来。以你的尿性，真的可能信，这事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夏阳苦口婆心大喊：陛下，不要信他，他要杀您呢。蔡飞心知自己只要迷住了你，就能安然无恙，此刻也是火力全开，泪眼婆娑，瘫坐在地。陛下，您难道忘了吗？您曾说过会保护臣妾一辈子的。
他不断施展媚态，搔首弄姿，只要您来扶臣妾，今夜臣妾都依您。看到这里，苏心斋再也忍不住了，清冷的美眸弥漫出滔天怒火。不要脸的贱人，我先杀了你！长剑轰鸣，一剑直刺。蔡妃的瞳孔瞬间放大，俏脸惨白，躲无可躲。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你大喝道：“住手！”声音炸响，甚至带着不可违背的语调。苏心斋的长剑生生指在了蔡妃的胸口。一旁的夏阳目光闪过了一丝糟糕，完了，陛下又中美人计了。蔡妃光洁如玉的额头满是冷汗，此刻松了一口大气，而后向苏心斋露出一个挑衅的媚笑：“你看看，陛下就是不舍得杀本宫，你能奈我何？”苏心斋气得玉手颤抖，怒其不争地咬唇道：“陛下，你知不知道在做什么？”你却没有理会他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到了蔡妃的面前，伸手挪开了苏心斋的长剑。这一刻，苏心斋的心死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守在这里坚持多久。蔡妃暗喜，眉眼却又挤出清泪，堪称是绿茶的祖师爷。陛下，臣妾好疼，您可以抱臣妾起来吗？他伸出手，那身段简直是极品。夏阳暗自叹息，低下了头，已经看不下去了。结果下一秒，你突然变脸，大吼如石破天惊：“我抱你妈！”你反手一个耳光，狠狠地扇在了蔡妃的脸上。一身宫装，妩媚动人的蔡妃直接被扇肿，金钗都打飞了，狼狈至极。突如其来的反转震惊全场，苏心斋一滞，夏阳猛地抬头，所有禁军眼睛睁大，当场震步：“混账东西，你当朕是傻子吗？刚才你有多嚣张，朕现在就让你死得多有节奏感。”蔡妃闻言还不死心，拼命的惺惺作态：“不要陛下，臣妾真的是跟你闹着玩的啊！你不屑一顾，装，继续给朕装！来人，将这个毒妇立刻打入死牢！”蔡妃眼神迅速阴沉，怨毒道：“陛下，你敢这么对我，你如何向我父相交代？你想清楚后果！”你霸气极了，又是一个大逼兜子甩了过去。放肆！老子堂堂大魏天子，需要跟谁交代？苏心斋和夏阳对视一眼，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。这是陛下吗？你大吼道：“还愣着做什么？听不懂朕的话吗？立刻拖下去！”地威滚滚，一众禁军这才反应过来，大脑空白，迅速将人压住，带了下去。蔡妃向你发出怨毒的大喊：“纪伯达，你会后悔的，父相不会放过你！”声音渐行渐远，一片狼藉的皇宫死寂无比。你此刻脸色凝重，因为危机只是暂时解除，大麻烦还在后面。你迅速看向夏阳，展现出冷静和睿智。你立刻领朕的圣旨，带禁军血洗整个皇宫的反贼党羽，所有和蔡妃有关联的人，特别是太监宫女，在天亮之前，在蔡纯没有反应过来之前，全部杀掉一个不留。另外戒严皇宫，没有朕点头，谁都不可以出入，听懂了吗？众人见状直接跪在地，好强的杀气，这跟以前的陛下简直判若两人了。夏阳慢半拍的抱拳道：“卑职立刻去办。”而后火速带人离去。紧接着，你深吸一口气，许久才平复。你认真打量了一番苏心斋，看起来最多也就25岁，按照关系和辈分，自己似乎还得管他叫声姨。那个谁，心斋啊，以前是朕不好，这次你救驾及时，说吧，想要什么奖赏？听到这话，苏心斋饶是万年冰心，眼神也忍不住闪过一丝波动。他死死看着你，眼神充满审视，让你是一阵心惊胆战。暗道这苏姨眼神好生犀利，他要是看穿了我是鸠占鹊巢，会不会下杀手？沉默了好半天，苏心斋终于勉强接受事实，美眸有些复杂，叹息道：“陛下不用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如果您真的迷途知返，就快想办法应对当下局面吧。”突厥咄咄逼人，要求割地和亲，朝内又是奸臣当道，相互勾结。他黛眉轻蹙，忧心忡忡。今夜蔡妃造反，明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陛下早做打算啊！你一阵疼惜，暗道自己以前太混账了，要不是自己魂穿苏心斋这样的忠心美人，下场估计会很惨。你的眼神逐渐坚定，整理了一下身体原主人的记忆，突然认真看向他，开口：“你还信朕吗？如果信，就帮朕去做一件事，一个蔡纯而已，朕有的是办法铲除他。”你很自信，因为上大学那会，你就是狂热的历史粉，帝王心术这些书都是你的常客。闻言，苏心斋清冷的双眸明显闪过了一丝不信。陛下，恕我直言，这几年您的贪图玩乐已经让他权倾朝野了，要扳倒他谈何容易？想到这些事，他又是一阵黯然神伤。好好的家业让你败成这个样子，他内心愧疚于皇太后的托付。你眼珠子一转，故意道：“既然你不信，那朕跟你打个赌如何？”苏心斋蹙眉看向你问道：“赌什么？”你铿锵有力地说道：“朕会荡平以蔡纯为首的奸臣团体，让整个大魏重新回到朕的手里。”苏心斋闻言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有欣慰也有彷徨。陛下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拍着胸脯说道：“比真金还真。”他微微蹙眉，而后咬
咬唇道：“我跟陛下赌，但陛下必须答应我3件事。”你大喜道：“别说3件事，就算300件也没问题。”苏心斋轻启红唇：“第一，勤于政务，远离玩物丧志的东西；第二，多听劝谏，看清局势，明辨中间；第三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而后道：第五，只要陛下肯答应这3条，我就愿意为陛下继续鞍前马后，直到皇权回归。”你丝毫没有犹豫，立马回答道：“朕全部都答应了。不过既然是打赌，朕也有条件。”苏心斋眉眼间不禁和气了许多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只要不违反原则，我都同意。”你盯着他嘿嘿一笑，他顿时有点不好的预感。你眼神无比认真的道：“只要朕铲除了奸臣团体，皇权回归，那你就得嫁给朕当皇后。”一刹那，宫殿的气氛忽然降温了。你猛打了一个冷颤，察觉苏心斋的眼神不太好看，他眉眼如刀，语气彻底变了：“陛下，屎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谁知你一点不吃这套，从小脑袋灵光的你和苏心斋这个极品御姐玩起了纠集拉扯，你直接摊手道：你要是不同意，那就不聊了，朕还是当废材去。”苏心斋顿时气得不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规模很大。忽然他话锋一转，深深地看了你一眼：“好，我答应陛下。”你先是一愣，而后狂喜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苏心斋深吸一口气道：“我说话向来算话，但在此之前，他加重语气，美眸如刀：陛下不可对我做出越轨之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”你感觉到他的杀气，嘿嘿一笑：“好媳妇儿，朕答应你就是。”他也懒得搭理，直接问道：“陛下，刚才让我去办的事是什么事？”你莞尔一笑，大胆上前，贴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。苏心斋晶莹剔透的耳垂微微一仰，全身犹如触电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和男人这么靠近。他本想再退，但听到你的话后，美眸逐渐睁大，直到凝重。好，我立刻去办。翌日，京城下了一场连绵阴雨。一大早，皇宫里数不清的尸体就被运了出来。蔡妃造反，刺杀圣上，被捕入狱的消息不胫而走。金銮大殿上，身穿瑞兽朝服的文武百官在此刻议论纷纷，有大神忌惮，且不可置信。蔡妃可是蔡丞相的女儿，而今突厥过境，借故闹事的事态还没有解决，怎么就出现这样的事？一旦君臣不和，大魏国就摇摇欲坠。这时候你身穿龙袍，在夏阳等人的簇拥下，来到了金銮大殿的最上方，顿时群臣晋升，齐齐弯腰一拜：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诸位爱卿平生一夜的消化和适应，已经让你很快的熟络了起来，至少行为举止不会露馅。我等多谢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喊完这一声，文武百官才堪堪抬起头。突然一道中气十足、语气不善的声音响彻金銮大殿：“陛下，微臣有本要走。”一开口，所有人都不敢喘大气了。齐刷刷看去，苏心斋一身白衣，站在金銮大殿不起眼的角落，不由担忧地看了你一眼。此刻你坐稳龙椅，直接锁定说话之人，这就是蔡纯吗？他发白头发，留着山羊胡，标准奸狼相，站在文臣的最前面，有一种上位者不怒自威的气势。你不动声色的道：“原来是蔡爱卿，有何事说吧。”你决定先装傻不变应万变，虽然对方是一招大奸臣，但你可还真不怕。闻言，满朝文武对视一眼，谁都知道蔡丞相是因为什么发难。蔡纯不咸不淡的道，语气之中还带着一种质问：“敢问陛下，蔡妃犯了何罪，竟然严重到要打入死牢？”你冷笑道：“蔡爱卿，你难道不知道蔡妃刺杀意图造反吗？”哦，我大魏朝竟然还有这样的事。但以老臣对蔡妃的了解，她一心为国，怎么可能会谋反？老臣在想，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陛下千万不要被某些奸人蒙蔽了双眼。他淡淡说道，眼神还扫过了后面的苏心斋和夏阳，带着一丝阴狠。不少大臣暗道，小皇帝应该要顺着丞相给的台阶下了吧？谁知下一秒，你根本就不鸟霸气，冷哼道：“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朕诬赖他了？”顿时，满朝文武猛地抬头，瞠目结舌，这还是废物皇帝吗？他在怼蔡丞相，他怎么敢的？只有苏心斋露出了一丝欣慰笑容，看来陛下真的站起来了。蔡纯脸色迅速沉了下来，老臣不敢，但老臣看此事很有蹊跷，需要彻查。他转头直接换另一种方式施压：“朱大人、周大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”闻言，两个中年男子立刻走了出来，一个叫朱堂，是刑部尚书；一个叫周仁，宗人府少卿，都是管理刑法的重臣。他们二人也是蔡纯的亲信，被一手提拔。没错，陛下，微臣也觉得应该彻查。出现这样的事，皇宫的每一个人都脱不了干系。是啊，陛下，微臣不相信蔡妃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被奸人所害。这两个人开口之后，文武百官纷纷附和：“是啊，陛下，我等都不相信蔡妃是造反之人，一定是被人胁迫。”一瞬间，你的脸彻底垮了，五指捏拳，砰砰作响，这是指鹿为马啊！你危机感拉满，冷冷咬牙道：“诸位爱卿。”
清，那你们觉得真正的凶手是谁呢？宗人府少卿周仁大喝道：“他，还有他！”为了给蔡纯表示忠心，他直接指向苏新斋和夏阳，还有已经下狱的羽林卫大将军、郎中令，这些人都有可能。你怒视直接拍案而起，放你娘的狗屁！没有他们，朕早就死了。你不断的砸着桌案，口水狂飙，你含血喷人也带点脑子好吗？敢污蔑栽赃功臣，你该当何罪？你知道自己这时候不站出来，唯一忠诚自己的几个人恐怕会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。强势的反应让苏新斋和夏阳忍不住对视一眼，感触极深。这真的是陛下吗？居然在保护他们！文武百官此刻也个个也都是诧异无比，心中震撼。仅一夜之隔，陛下的脾气怎如此火爆了？周人被骂的脸色无光，冷哼道：“陛下贵为95至尊，却脏话连篇，成何体统？”此言一出，全场变色，夏阳等人暴怒，太放肆了。而你的怒气值已然达到顶点，你怒吼道：“朕还轮不到你这个老东西来指指点点，你眼里还有君臣之别吗？”声音震荡，金銮大殿宛如雷鸣，你明白自己该立威了。下一秒，噌的一声，你直接冲了下去。陛下！苏新斋惊呼，却没能拦住。文武百官见你满脸杀气冲下来，一片惊疑不定，纷纷后退。那周人更是没有反应过来，你电光火石冲到，狠狠一个耳光抽了出去，清脆的耳光声伴随着惨叫，周人捂着满口碎牙，重重摔在地上。整个金銮大殿震惊，天子当朝打人，数百年这还是头一回。蔡纯顿时怒了，他知道打的是周人，抽的却是他的耳光。陛下，你干嘛？这样可不合规矩。你脾气十足，大喝道：“老子就是规矩！”你根本不理蔡纯的阻止，对着周人又是几脚踩了下去。住手！住手！气得蔡纯的胡须都在乱抖。周人被踩急眼了，直接失去理智，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昏君，不好！”蔡纯和朱堂等权臣心里咯噔一声，预感大事不好。你怒极反笑道：“好啊，好啊，蔡丞相，你们都听到了吧？这个王八蛋以下犯上，侮辱天子，那就怪不得朕了。”你大喝道：“来人，立刻给朕打入死牢，择后问斩！”一切都在电光火石之间，蔡纯等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周人就已经被气势汹汹的禁军给抓起来了。周人脸色一白，意识到你是玩真的了，他慌乱地看向蔡纯：“丞相，救我，救我啊！我也是为了您！”蔡纯怒吼一声：“闭嘴！你胆敢辱骂圣上，这是罪有应得！”周人浑身一颤，猛地捂住嘴巴。你在一旁冷冷一笑：“既然蔡丞相都这么说了，那还等什么？把人拖下去吧！”你霸气地摆了摆衣袖，强势无比，竟是有了一丝帝王心术的感觉。蔡纯站到了中间，脸色不好看。他官场沉浮多年，第一次觉得你这个小皇帝很难对付。周人是他的亲信，而且身居要职，如果看着他去死，自己的威信势必受到打压。他也只能主动挤出一丝笑容，拱手弯腰道：“陛下，周人虽然当朝言语失敬，但也罪不至死吧？依老夫看，不如罢官抄家如何？就放他一条生路，给老夫一个面子如何？”百官看着这场冲突，心里都在想：蔡丞相都这么给台阶下了，陛下应该要下来了吧？你笑了，蔡纯也跟着一笑，有些得意，认为你肯定会退步。但下一秒，你的笑容瞬间停止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帝王杀气。你的面子值几个钱？蔡纯的脸瞬间一僵，如同吃了屎一般。同时，满朝文武双眼震步，下巴肚差点掉在地上。夏阳等人咧嘴一笑，解气啊！苏新斋更是美眸呆滞，这么硬气吗？大殿死寂压抑许久，你缓缓看口道：“无需多说，朕今天非要杀他。”蔡纯脸上无光，眸子深处藏着怨毒和怒火。既然陛下这么说，那就让文武百官来表决。如果有一个人说周人该死，那么老夫定然不再过问此事。但如果没有人认为周人该死，那此事恐怕就寒了大臣们的心。陛下须得收回成命。他随即大喝激将道：“陛下可是天子95至尊，有没有这个胆量？”苏新斋风华绝代的脸庞微微一变，这朝堂可全是蔡纯的人啊！就在他要上前阻止你的时候，你却又剑走偏锋，突然大喝：“表决就表决，谁怕谁？”蔡纯冷冷一笑：“小皇帝终究是嫩了点啊！”蔡纯转身道：“诸位同僚，你们认为这周人是该死还是不该死啊？”他犀利的眼神扫过了整个金銮大殿，似乎是某种警告。文武百官集体一颤，纷纷拱手大喝道：“回丞相的话，微臣以为不该死，老夫也觉得罪不至死。陛下，丞相说的在理，我等认为不该死。”声音此起彼伏，清一色的支持蔡纯，就算是中立派，最终也咬牙加入了他的阵营。你望着一边倒的朝堂的局势，遍体生寒，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想要自保，那么这个蔡纯就必须死。你的眸子闪过一丝凌厉的杀意。此刻蔡纯挑衅道：“陛下您看，无一人反对，老夫看还是取消处死吧。”你冷笑不动声色：“丞相大人，你刚才是不是说有一个人反对，周人就该死？”蔡纯眯着眼，几分得意道：“没错，老夫是这样说的，但您看有人反对吗？”就在这时，你的嘴角忽然上扬，见状老辣的蔡纯一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脸色微变，不好！你迅速拍响了手掌，只见
见几道人影迅速从金銮大殿的巨大屏风后走了出来，大喝道：“我反对，微臣反对，周人以下犯上，该死！”几道声音强硬有力，瞬间出现在金銮大殿。文武百官齐齐抬头，眼神震惊。这个时候，谁敢跟丞相唱反调？是他们郎中令邱毅、羽林卫大将军张衡，还有太史令黄平。有大臣震惊，他们不是惹恼陛下，被打入死牢了吗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蔡纯一怔，随即气得胡须乱颤。这些可都是昔日反对他的死敌，到底谁放出来的？全场只有苏心斋知道怎么回事。冰山脸蛋甚至露出了一抹笑容。这些人都是昨夜应你要求，他去亲自释放的。我等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诸人一拜，刚从死牢里放出来，身上的伤口甚至都没有愈合。你看到他们内疚不已。诸位爱卿请起，朕已经查明真相，你们都是无辜的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官复原位。此言一出，一时激起千层浪。张衡等正气十足的忠臣不敢相信，内心苦涩，全臣集体炸锅，仿佛被踩了尾巴。陛下，这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些人可都是重犯，挑起了和突厥的冲突。没错，快来人将他们推下去！你大吼道：“都给朕闭嘴！你们说他们是重犯，把证据拿出来，拿不出来就是欺君之罪。”声音如同炸雷，震慑朝堂。张衡等人瞠目结舌，陛下什么时候这么有魄力过？他们看向夏阳和苏心斋，想要寻求答案，但二人苦笑，也说不上来。陛下突然就变了，全臣集体恼羞成怒，但却哑口无言。当初将这些人下狱，纯粹是原主人的一时兴起，哪有什么罪证？此刻的蔡纯脸黑得跟锅底似的，意识到自己被你下套了，你嘴角冷笑道：“蔡爱卿怎么样？周人他该不该死啊？”蔡纯极力的压制怒火：“陛下，随你吧。不过老夫不得不提醒您，现在的大位可是风雨飘摇，切勿由着性子寒了大臣们的心。老夫身体抱恙，先行告退。”说完，他拂袖离去，怒气冲冲。原本计划的洗白蔡妃，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你也选择见好就收，现在还无法撼动蔡纯，这事得慢慢来。随即你开口道：“你们也都散了吧，朕乏了，明日再议。”臣等告退。文武百官中大多脸色不好看，甚至狠狠地扫了张衡等人一眼。见此一幕，被禁军看押的周人急眼了，面色苍白如纸，冷汗疯狂地掉：“不要啊！丞相大人，你不能丢下我啊！朱大人、陆大人、邢大人，你们快帮帮我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我求求你们！”他惊恐慌乱的大叫，可根本没人搭理。说白了，他就是你第一次和蔡纯交锋。蔡纯丢出来的牺牲品。突然，离去的大臣中，有人趁乱在他的耳边狠狠地低语了一句：“周大人，你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若敢出卖丞相大人，全家死绝。”周人一颤，面如死灰，砰的一声，直接瘫软在地，瞳孔灰暗。不久后，金銮大殿外出宫的大道上，一众大臣簇拥着蔡纯，不断开口：“陛下，怎么一夜之间变了这么多？”蔡纯走得很快，越想越气，忽然停下怒吼：“都给老夫闭嘴！”一众大臣甚至是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都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说话。蔡纯老辣的双眼闪烁着阴沉的芒：“皇帝小儿，老夫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突厥的狮子大开口。”他咬牙捏拳，眼神闪过一丝冷厉：“传老夫命令，即日起六部所有人抱病，不许处理公务。”大殿内众人都还沉浸在刚才你智斗蔡纯的震撼之中，你忽然转身对着刚被释放的张衡等人正色一拜，几人吓了一大跳。陛下，你却坚持拱手，认真道：“诸位爱卿，以前是朕不好，你们还愿意辅佐朕吗？”简单直白，强而有力，让张衡等人对视一眼，震撼无比。他们不约而同地跪下，大喝道：“陛下，我等愿意。”苏心斋和夏阳在身后暗喜，他们本来还担心张衡等人心灰意冷，你眼神异常坚定，那以后咱们君臣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早日铲除蔡纯这帮野心勃勃的狗东西。张衡等人重重点头，差点哭了出来。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老天开眼了！你扶起几人，迅速进入状态。你们都说说，各自手上有多少人马，能管辖多少事项？张衡道：“陛下，末将的羽林卫有7万人，负责保卫京城，但城内的金吾卫、城外的双子营全是蔡纯的亲信把持。”郎中令邱毅苦笑道：“陛下，我等虽然有些实权，但终究是要受制于6部。”苏心斋轻启朱唇提醒道：“陛下，大魏现在内忧外患，其实最危机的是突厥，他们以莫须有的理由要求送出南阳郡主，还要咱们割地赔款才肯罢休，否则将会挥师北上。”顿时，所有人的脸色陷入了无比的凝重和难看。若是陛下不作死这么多年，突厥人何敢如此？你眯着眼道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朕就不信活人能让尿憋死了。先一步一步来。”你转身走上伏案，笔走龙蛇写下一个令字，而后扔下张衡。你立刻秘密展开
开对羽林卫的清洗，保护京城安全的军队一定不能有间隙。你只有2天时间，办不好，朕一样办你。张衡一临，朕气的方脸上满是坚定。太史令、郎中令，你们迅速回去，召集可靠的门生故交，朕后面应该用得着。翌日清晨，一则消息震惊朝野，陛下不好了，朝中6部官员都在今早告病，宣布无法上朝。闻言，你才走出御书房，脸色就迅速一垮。你说什么？老太监大惊失色的道：陛下，整个6部几乎瞬间瘫痪，早上各州府递来的折子全部无人处理。苏心斋双眸寒光一闪，怒斥道：这群混账东西，6部所有人都生病，有这么巧的事？他们这是对陛下关押蔡妃和周人的报复，还不快去让人催促所有人上朝？是，福寿连滚带爬就要出去传旨。就在这时，你却猛地叫住，大喊道：不许去！顿时，苏心斋和夏阳等一众近身之人傻眼，他们都急得快火烧眉头了。陛下怎么还这么淡定？苏心斋蹙眉提醒：陛下，6部负责监管整个大魏天下，处理各种事务，而今这个庞大的机器停止了，那么将后患无穷，天下大乱，而且您这个皇帝将成为笑话。你闻言却没有慌乱，反而笑道：蔡纯这样做无非逼迫朕向他低头，可他同时也给了朕一个天大的机会。众人眸子睁大，惊呼：陛下，什么意思？你负手稳中道：你们想过没有，这其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空档，而且还能收回一些权力。闻言，众人脑中一震，幡然醒悟过来，眼神齐齐一亮。若蔡纯在朝中，陛下将事事被制衡，无法自由发挥，是危机，但也是机会。夏阳激动道：陛下，那您打算怎么办？苏心斋很快镇定下来，看着你的目光有期待。你目光锐利，脱口而出道：将计就计。1小时后，御书房檀香四溢，一场朝会变成了缩小版的会议，所有忠臣都被召来了。太监们抬着几车的奏折，失利地抬进御书房。当张衡和黄平等人看到这堆积如山的奏折，顿时一个头2个大。陛下，这都是今天要处理的奏折。你也是一阵诧异，你知道多，但没想到这么多。郎中令邱毅苦笑：陛下，这也太多了，我们根本处理不了啊。你目光如炬，铿锵有力道：处理不了也要处理，让你们昨天回去召集的门生故旧呢。众人一凛，随即眼神跟着坚定起来。陛下，他们就在御书房外，但他们缺乏实际经验，这样使用恐怕会出问题啊。你魄力十足，犀利反问：已经危机到如此地步了，现在不大胆启用新人，什么时候再启用？众人一听，紧蹙眉头，最后一咬牙：陛下言之有理，我等遵命。你点头道：那就将人带进来吧。今日的奏折正好检验他们的能力，只要出众的，朕当场封官。正在府里跟小妾做广播体操的蔡老贼，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原本的逼迫施压，却送给了你一个机会。而后张衡等人带来的门生故交，全部被带了上来，约莫30多人，而且个个衣着简陋，穷困潦倒。从早晨算起，御书房的门就没有打开过，里面偶尔就会传出你愤怒的大骂之声：6部这帮王八蛋简直混账，这么多冤案为什么不处理？给朕查，揪出贪官，杀无赦。黄昏时分，终于所有的奏折都批阅好了，不算完美解决，但终归解除了燃眉之急。这30多人里面有一半都是很有才干的，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名叫段石，很是正派，能力出众。白天的许多冤案奏折，他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。你一连串的封官脱口而出：来人，即日起封段石为新任宗人府少卿，封于陀为礼部左侍郎，封李泰为工部左侍郎。段石为首的30个寒门贵子摇身一变，迅速成为手握实权的官员。以中场一声大喝，将气氛带至高潮：不管敌人是谁，朕将为你们保驾护航，我等叩谢皇恩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知遇之恩，我等没齿难忘。这些人感激至极，暗自发誓要报效朝廷。你露出微笑道：好了，诸位爱卿都累了一天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众人散去，御书房随即空荡荡的。你咂巴嘴，望着身边的宏伟建筑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你转念一想，是少了美人啊。这时候，苏心斋忽然进谏，仿佛心有灵犀一般：陛下，我给您选了几个贴身侍女，负责您的起居生活，您看看满意否？众所周知，蔡妃谋反后，皇宫大量鱼龙混杂的太监宫女都被你遣散了，现在宫中可以说是没什么下人。你噌的一下眼睛就亮了，君临天下美人在怀，穿越过来，你甚至没有享受过一次。想到这里，你口水都快流了。要知道天子身边的侍女，那可是什么都服侍的。又猛地摇头，装出一副正人君子模样道：算了，朕不要，朕还有很多公事要忙呢。苏心斋下意识翻了一个白眼，岂能不知道你心里的小九九？他淡淡道：可陛下身边不能没有伺候的，否则起居生活将严重影响到陛下的效率。你一脸欠打的拒绝道：哎呀，朕都说了不要，你这个人真是。但随着御书房的门打开，你的眼睛僵直了。御书房走进了4个战战兢兢的少女，身穿简单的宫女长裙，却无法掩盖她们的年轻貌美。你那颗正常男人的心砰砰直跳，
甚至吞咽了一下口水，这随便拎一个出来都能碾压任何一个校花。苏心斋看你那副样子，心中无语摇头。在朝堂上可以压制蔡纯的人，怎么见了女人就跟饿死鬼似的？陛下合适吗？如果不合适，我就再去选选。你猛地一下站起来，双眼冒光道：太合适了啊！苏心斋立马戏谑道：陛下，您刚才不是说不用吗？闻言，你嘿嘿一笑：朕刚才说过吗？朕怎么记不得了？四女眼眶红彤彤的，十分害怕。陛下，奴婢很听话的，求求您留着我们照顾您吧。是啊，陛下，奴婢什么都会做的，奴婢会吹箫。见状，你立刻为难道：既然这样，那朕就勉为其难留下吧。一旁的苏心斋听到这话，红唇不由狠狠抽了一下，这家伙怎又变得厚颜无耻了？一旁的福寿老太监很有眼力见，立刻道：还不快抬起头，让陛下好好看看。四女擦了擦眼泪，立刻抬头，精致的五官很是紧张，长得都是天然美。陛下，奴婢叫春竹。陛下，奴婢叫夏兰。陛下，奴婢叫秋菊。陛下，奴婢叫冬雪。你心中一阵躁动，甚至都已经开始勾勒今天晚上怎么个体操法了。你强压心中激动道：名字不错，从今以后你们记得帮朕暖床哦，不是，是起居生活，明白吗？四女顿时狂喜，感激无比的磕头：陛下，我等明白，多谢陛下大恩。就在这时，本是春风得意的时候，突然一道惊慌的声音打破宁静，夏阳跌跌撞撞的闯进来：陛下，不好了，南阳郡主不愿出关和亲，上吊自杀了。这道消息也如同惊雷炸响御书房，你大喝道：什么？这个南阳郡主是开国大将军赵凯的唯一后代，他本人在京城也是颇受好评，善良美丽，乐善好施，知书达理，12岁就被封为了郡主，身为先帝宠爱，没有皇室身份，但却是大魏的一颗掌上明珠。而且所有人都知道突厥可汗打的是什么主意，谁都不选，就要南阳郡主，是因为几十年前开国大将军赵凯曾经打烂了突厥，逼得他们投降。突厥可汗这是为了报复，为了羞辱。一旦你接受和亲，那么老派的军队，赵家昔日的门生袍泽将会恨死了你。夏阳急得满头大汗：陛下，千真万确啊！赵府来人说的，幸亏发现得早，否则郡主就咽气了。苏心斋等所有人面色一沉，为之担心。你的脑海中也闪过了一丝童年的记忆，自己和南阳郡主一起长大，在华清池玩水，兄妹相称。不知为何，你的心狠狠抽了一下。南阳郡主的自杀和你可有脱不开的关系？你二话不说，大喝道：速速备车，把最好的御衣带上，朕要亲自前去探望。夏阳一凛，立刻准备。赵府朱门立即功勋卓著，威严气派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贪官奸臣家。夏阳敲响了紧闭的朱门，开门，有人拜访。一个老管家似的人冲外面喊道：赵府今夜不见客，你亲自来到了门口，开门，朕要看望南阳郡主。话音一落，赵府内明显沉默了好一会，而后急促的脚步声响起，出来之人是赵府管家，带着一群下人，看到你身后还跟着诸多禁军，顿时吓得一颤，跪倒道：陛下，小人有眼无珠，求陛下给小人一条生路啊！你蹙眉伸手阻止了他。朕像是那么嗜杀成性的暴君吗？那老管家诚惶诚恐，天子贪图玩乐，暴躁狠辣，这都是出了名的。场面一下尴尬住，你没有计较，知道自己要改变形象，还需要时间。起来吧，不知者无罪。你正准备进门，突然那老管家仿佛是吃错药了一般，一咬牙直接挡在了门口。他老泪纵横，不要命的央求道：陛下，求求您了，不要再逼郡主了，换个人和亲吧。一众下人纷纷磕头：是啊，陛下，郡主好可怜，我们求求您了。众人沉重，于心不忍。可而今大魏还有办法吗？你没有生气，苦笑道：别在这跪着了，朕不会和亲的。南阳郡主呢？她怎么样？说着你就直接往里面走。老管家也只能暂且相信，连忙带路：陛下，在这边，郡主似乎还在昏睡。绕过长廊来到后院，一间雅致而美丽的别院映入眼前，推门进了房间，病榻上躺着一个满脸苍白、容颜绝美、我见犹怜的女子。老管家站在远处，对着昏迷的南阳郡主喊道：郡主，陛下来看你了。南阳郡主缓缓虚弱地睁开了眼，但看到你的一瞬间就变得惊恐。走，你走！她情绪失控，大喊大叫：我恨你，我一辈子都不想看到你。那些下人们哭哭啼啼，心疼无比，又生怕惹恼了你。你心中苦涩，彼此可是小时候的青梅竹马，却到了这步，你连忙后退2步。知儿别怕，朕是来看你的，朕不靠近你便是了。皇宫最好的御医在这里，让他们给你看看病情吧，以免有什么病根就不好了。南阳郡主已经缩在墙角的身体不由一滞，美眸闪过一丝追忆。智儿，他竟还喊我的小名，你不是皇帝？你愣了一下，朕怎么不是皇帝了？南阳郡主崩溃大哭，
你是个无情无义的魔鬼，我绝不会让突厥人羞辱我赵家门楣。顿时你心中一震，愧疚到了极致，你缓缓上前，在众人紧张的目光下，大手抚上了他的后脑勺，轻轻抚摸，他明显颤了一下，而后便要抗拒。你温柔地开口道：你放心，皇帝哥哥今天来就是看看你，绝不会让你去和亲的。南阳郡主缓缓抬起头，声音哽咽，不确定地问道：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脱口而出：当然，朕若撒谎，天打雷劈。全场一震，这个时代的发誓可不是后世，古人信神忌讳誓言。南阳郡主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哽咽道：到底那个才是你，我已经不认识你了。你挤出一个微笑，以后你就知道了，照顾好自己，皇帝哥哥改天再来看你。说完你便退出赵府，留下了一批御医，严令要求所有人保护好南阳郡主的安全。深夜的丞相府一间大堂里，丞相大人，情况不太对，皇帝等人解决了朝务危机，还趁机提拔一批寒门士子。有人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什么？有这事？又有人慌了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咱们偷鸡不成蚀把米了。闭嘴！慌什么慌？成何体统？一道中气十足的呵斥声传遍大堂，让所有人迅速安静下去。只见蔡纯的那张奸相之脸一点点的从黑暗中露出来，他本想让朝堂瘫痪，结果送了你一场造化，但他很快想通，冷冷道：不就是10几个小官吗？让皇帝提拔吧，反正无伤大雅。有人诧异道：丞相，那您的意思是？他冷笑道：突厥人咄咄逼人，如果没有本丞相的周旋，我倒要看看皇帝如何处理。一众奸臣得意大笑。据我所知，突厥可汗已经等不及了。没错，哈哈哈。蔡纯的眉头又忽然错了起来，暗淡道：玉儿还被囚禁在死牢，刺杀皇帝被捕，无法翻供。众人一凛，玉儿就是蔡妃，那可是丞相的亲生女儿。有人提议道：丞相大人，既然不能翻供，那咱们就想办法让蔡妃自己逃出来。顿时四周凝重，劫天牢可是死罪。蔡纯阴沉老辣的眸子闪烁，他考虑再三，忽然道：来人！顿时黑暗中走出来一个黑衣男子，眉宇之间透着一股狠辣。丞相大人请吩咐。他脸色无比严肃的道：轻轨，你动用暗器将死牢中的玉儿救出来，老夫要看到完好无缺的玉儿。黑衣男子一凛，卑职一定办好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除了营救玉儿，其他的事安静等着就可以了。所有人毕恭毕敬的一拜，然后缓缓退走，尽显蔡纯权倾朝野的身份。蔡纯望着滚滚黑夜，露出了一个自负且奸邪的笑容，而后转身走进了黑暗中，把新买来的少女送到老夫房间里来。翌日一大早，你连早膳都没有吃，就来了御书房。邱毅焦急道：陛下，按照您说的，拒绝突厥的条件，可咱们压根就打不过啊。张衡也开口道：南阳郡主的事情一出，朝廷已经被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，现在各方都看着，咱们必须要拿出一个拒绝之后的办法。你深吸一口气，坐在龙椅上开口道：别着急，朕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。众人惊呼，猛地抬头，什么办法？后面站岗的苏新斋禁军统领夏阳一时诧异地看向你，你没有直接说，而是问道：你们先跟朕说说突厥的情况。张衡等人虽然不明白你问这个干什么，但还是立刻道：陛下，突厥汗国的前身是草原12部落，经过20年的变迁，互相不断的蚕食和争斗，12部落已经化为了3大领土，三方连年冲突，恩怨不小。但可惜三足鼎立的局势在1年前被打破，突厥可汗阿史那胡真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让另外2大王者臣服，创立了突厥汗国，总兵力至少有50万之巨，而且突厥人自古便骁勇善战。闻言，你眼神猛地一眯，这一瞬间你仿佛嗅到了某种机会，你眼中闪烁睿智的光芒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这或许能是突破口。众人闻言震惊道：陛下，您难道是想要离间突厥汗国的内部？这也太难了。你笑了笑说道：这说难其实也很容易，草原属于游民民族，他们可不讲究咱们汉人这一套，只要能破坏掉突厥汗国内部的关系，或者说拉拢到一方势力，借力打力，那么突厥的危机就可以暂时解除。闻言，张衡、邱毅顿时他们如梦初醒，眼中有所希望，立刻道：那陛下，您具体想怎么做？你眯眼杀伐果断道：朕要立刻和突厥的左贤王搭上话，他将是突破口，帮朕稳住突厥的逼势。张衡面容苦涩道：陛下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啊。你淡淡的道：朕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他，为大魏的复兴争取一点时间而已。又有人开口道：陛下，那咱们派遣那个使臣去啊。你微微蹙眉道：出使突厥左贤王的使臣一定要有舌战群儒的能力，可纵观眼下没这样的人。大殿上的段石眼神一凛，急忙道：陛下，微臣倒是想起一个人。许多大臣仿佛想到了什么，一脸惊疑道：段大人，你该不会是说那个狂人吧？你蹙眉问道：你们说的到底是谁？众人一阵，立刻拱手回陛下，此人就是安必烈，京城的头号刺头，是大魏21年的进士。你闻言眉头一挑，这人符合你的要求。邱毅又苦笑道：可惜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刺
4头，朝廷3次邀请做官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他还放话，宁愿天天都在巷子里喝酒弄事，都不替陛下做事。众人紧紧蹙眉，明显不相信安必烈这样的人。结果你非但没有生气，反倒愈发感兴趣。他在哪？朕要亲自见一见他。众人对视一眼，为难道：“陛下，此人的性格恐会激怒突厥人，难当大任。”你却是微微一笑，豁达道：“能人有点怪脾气，狂妄自负都是正常的，主要就是看能不能驾驭住他人在哪，直接召入宫中吧。”众人对视一眼，见你如此坚决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陛下，微臣立刻就去找人。你警惕道：“去吧，不过此事要严格保密，不能让蔡纯这些狗东西知道了。”不久后，御书房散会了，在你的一再坚持下，定出了如何对付突厥的办法。大批人马秘密去找安必烈了。你开始着手去整顿政务，处理漫天的奏折，一直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，你才做完所有事。你伸了一个懒腰，打哈欠道：“福寿，你过来。”老太监福寿立刻屁颠屁颠的小跑过来，弯腰挤出微笑：“陛下，老奴在，敢问有什么吩咐？”你挑着眉，使着一个男人都懂的眼色道：“后宫有妃子吗？漂亮的那种？”福寿立刻反应过来，回陛下：“当然有，虽然而今皇后未立，四妃皆无，但每年给陛下充盈后宫的婕妤，才人数不胜数。”他露出一个笑容：“陛下，您要翻牌子吗？”你心潮涌动，心想自己忙了一天了，那就奖励自己一下吧。你正准备说要的时候，突然一道清冷婉转的御姐音传来：“陛下，不知您要到哪里去？”卧槽，他怎么来了？你立刻露出一抹笑容，贼兮兮道：“不干嘛，朕就是想去后宫转一转。”怎么了？苏心斋来到你近前躬身道：“陛下，恐怕您不能去了。”你失望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心里已经有些猫抓似的了。苏心斋一脸认真道：“陛下难道忘了答应我要练武？您每天只有这一点时间，我看就从现在开始吧。”顿时你的脸直接变成苦瓜脸。苏心斋知道你那点小九九，冷艳道：“陛下，如果你不听我的，那咱们的赌约作废。”你一听立刻道：“那么激动干什么？朕听你的，先练武。”苏心斋脸上不改严实的神色：“那就请陛下更衣，然后到外面来吧。”说完他就走了，雷厉风行。你撇了撇嘴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感叹道：“这绝对是贤内助啊！不行，老子得赶快皇权统一，迎娶苏心斋。”不久后，你换上了一身黑色劲装，跟随苏心斋来到了宫外的青石广场上。苏心斋认真道：“陛下，今天教你第一招站桩。”你好奇问道：“什么是站桩？”“就是扎马步，可以锻炼耐力和体力，打下各种基础。”你比划了几下，嘿嘿，朕能不能学你的剑术？就是你那一夜一剑杀几人的那种。苏心斋的玉脸直接黑了，毫不留情地鄙视道：“陛下，路都没学会走，就想要学剑术吗？”你挑眉道：“你不是天下第一吗？直接给朕醍醐灌顶啊！”苏心斋解释道：“那会元气大伤的，对陛下也不好，等同于拔苗助长。”你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：“那算了，太伤你身子了，来吧，怎么站？”苏心斋伸出玉手帮到你纠正姿势，靠拢你的那一瞬间，一股处子体香侵入了你的鼻尖，顿时神清气爽，你的心神一震，这特么也太香了。他还没注意到你的走神，不断帮你纠正双腿，轻轻弯腰，那腰肢盈盈一握，衣领却不慎露出了一个小缝隙，你的鼻血瞬间流出。苏心斋一惊：“陛下，怎么流鼻血了？”他美眸关心，结果却发现你盯着他哪里看。他玉脸愤怒道：“混蛋！”冷艳的气场直接让整个广场降温。一个分筋错骨手，你的惨叫瞬间传遍皇宫，远处的禁军全部为之一振，摇头接耳道：“陛下，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”在严师苏心斋的监督下，生生是练满了3小时，就一个扎马步。原本你不以为意，结果这个扎马步非那个扎马步，累得你四肢抽搐，满身是汗，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累过。紧接着又是苏心斋安排的药浴，说是可以增强体质，活跃气血。你浑身瘫软在浴桶里，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朕后悔了，早知道不答应练武了。”春夏秋冬4位美婢正在仔细地给你搓澡，个个穿得单薄。这时候其他3女出去准备其他药材了，只剩下一个春竹。你忽然贼心大起，一手伸向了最近的春竹。春竹浑身一颤，吓了一大跳。陛下，你坏笑道：“嘿嘿，过来。”逐渐有了那种纣王的感觉。春竹精致的脸上满是紧张，但乖巧的靠近。陛下，怎么了？你此刻就像是一个坏叔叔，想不想当婕妤？春竹闻言俏脸震惊，作为贴身婢女，她当然做梦都想。挣扎犹豫之后，娇羞的点了点头。你越看这妮子越喜欢。他们还有一会进来，你懂朕的意思吧？春竹一颤，紧张不已，被你拉入怀中，不由得一双玉腿都在发抖，纤细食指搅在一起。你的动作越来越大，先是握住她一双纤手，然后又想要摸其他地方。这段不好看，省略3万字。与此同时，天牢里只囚禁了一人，那便是昔日蔡妃。一个黑衣男子忽然出现死牢，跪地一拜：“小姐，终于找到您了，轻轨奉老爷之命前来救您。”蔡玉猛地睁开双眸，让死牢里的火烛都为之一晃，冷冷道：“为什么到现在才来？”
来。轻轨一颤，立刻道：“小姐，奴才也是动用了暗棋才潜入进来的。”蔡玉的眸子闪过了一丝怨毒：“我暂时不走。”轻轨猛地抬头，阴冷的双眼震惊：“小姐您？”蔡玉双目狰狞道：“本宫不甘多年经营，却要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逃出去。就算要走，本宫也要将苏心斋那个贱人置于万劫不复之地，让狗皇帝心疼吐血。”轻轨露出一抹忌惮的神色：“小姐，您要？”蔡玉冷冷一笑道：“他苏心斋不是高高在上、孤傲纯洁，本宫非要让他人尽可夫，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”轻轨一颤，忌惮道：“可小姐，动苏心斋谈何容易？他可是天下第一高手。”蔡玉脸色冷酷，冲他勾了勾手指。轻轨立刻俯首听去，他眼神冰冷，窃窃私语：“明天你假装把人引到。”不久后，轻轨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京城下了一场暴雨，一场惊天恶计也在悄然酝酿。一日雨过天晴，乾坤宫春夏秋冬4女一大早就等着伺候你起床更衣。夏雪开口问道：“咦，春竹妹妹，昨夜你怎么回来那么晚？”秋竹狐疑看去：“是啊，看起来一夜没睡，无精打采的。”顿时，春竹的甜美脸蛋涨得通红，支支吾吾，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，突然你的声音响起：“你们4个妮子叽叽喳喳说什么呢？把朕都吵醒了。”4人一惊，立刻上前行礼：“奴婢该死，竟不知陛下醒了。”你和气地说道：“没事没事。”还不忘对春竹挤眉弄眼了一下。顿时，春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羞涩无比：“陛下，昨夜太坏了。”4女立刻给你更衣，很快就好了，非常的麻利。随后你前往了御书房。这本来是个神清气爽的早晨，可秋意等人一大早就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：陛下，安必烈拒绝入宫面圣。说完，众人集体低头，已经准备好了你发火问责的准备。谁知你却笑了笑：“这样的刺头，朕才喜欢。先处理朝务吧，等傍晚时分，朕亲自出宫一趟。”众人震惊：“陛下这……”你摆摆手说道：“此事不用再说，事务繁忙，6部烂摊子一堆，先办公吧。”众人见状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只是暗自担心：陛下如此看好这个安必烈，真的值得吗？听风楼，苏心斋的居住之地，他的房门忽然被敲响。苏心斋轻柔不失锐气的声音响起：“我不是说过，我练功的时候不要靠近吗？”一个小太监面色焦急地站在门口说道：“苏姑娘，今日一早，陛下突然身体不适，把大臣们吓急了，您快去看看吧。”苏心斋一身白衣，如同瞬移一般出现，黛眉紧蹙：“你说什么？陛下身体不适？”他一向御姐稳重，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急了，毕竟多事之秋，蔡纯难保不会再下黑手。小太监跪在地上，满脸焦急：“是啊，御医也找不到好的办法，福寿公公让我来报信，说是让您直接去阳玉宫。”苏心斋蹙眉狐疑：“陛下怎么会在阳玉宫？那是宫中之人很少去的地方。”但他心神不宁，担心你真出什么事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冲了出去。等他离开之后，地上的小太监缓缓站了起来，他的嘴角浮现了一丝阴险的笑意：“小姐果然神机妙算，只有皇帝小儿的事，才会让这位天下第一高手失去判断力。”说完，他伸手将自己脸上的人皮面具扯下，竟是露出了一张冷酷的青年脸，正是潜入皇宫的轻轨。黄昏时分，一天巨量的奏折终于被处理完。你在龙椅上忽然环顾四周，朕苏怡呢？怎么一天没看到他了？今天不来催促朕练武了？禁军统领夏阳这时上前道：“陛下，苏姑娘每3天会打坐静修一次，算算时间，正好今天在练武。”你闻言只好道：“那好吧，那就不打扰他了，咱们即刻出宫去见一见狂人安必烈。”夏阳抱拳，立刻去准备车马。可就当你走出御书房的时候，你的右眼皮突然开始猛跳，怎么按都无济于事。福寿问道：“陛下，您怎么了？”你深深蹙眉，你的直觉一向很准，突然这样，一定有什么事。老太监福寿担心道：“陛下，那要不然不出宫了吧？现在多事之秋，万一……”你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算了，宫还是要出的。不过你话锋一转，先去找上苏怡吧，有她在，朕也放心一点。”不一会，听风楼到了，你大喊大叫：“苏怡，媳妇儿！”可一连喊了好几声，都没有人回应。一时间，你心里空落落的。这时候，迎面撞上来一个宫女，看到你吓了一大跳，立刻跪下参见陛下。福寿介绍道：“陛下，这是听风楼的唯一的下人，是被苏姑娘从宫外救回来的，名叫小鱼。”你问道：“小鱼，你主子呢？”小宫女忽然抬头，表情诧异道：“陛下，苏姐姐不是被您召见过去了吗？”你闻言一愣，蹙眉道：“朕什么时候召见了？”小鱼一脸认真道：“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有一个御书房执勤太监来说，是陛下您身体不适，御医无策，将苏姐姐请去了阳玉宫。”你的心一下子沉入了谷底，脸色猛地就变了。福寿老太监战战兢兢道：“陛下，今日御书房当值的是禁军和老奴，并无小太监啊！”你捏拳面色通红，一个转身就冲了出去，直接大吼道：“来人带路，速去阳玉宫，让夏阳带领禁军给朕封锁皇宫，排查那个可疑小太监，让张衡集结羽林卫，封锁整个京城。”王八蛋，动人动到苏怡身上了，简直就是太岁爷头上动土。紧接着，整个
皇宫轰然乱了，成片的禁军开始搜捕。当你赶到阳玉宫的时候，彻底炸毛，宫殿里面空无一人，但却有剧烈打斗的痕迹。夏阳捂住口鼻惊呼：“陛下，您快来看，这里有没有燃尽的毒香？”你只是轻轻闻了一下，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，你瞬间遍体生寒，心中一震，出事了，绝对出事了，有敌人对苏心斋下手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名禁军脸色慌张地冲了进来，失措大喊道：“陛下，不好了，关押在死牢的蔡妃逃走了，咱们的10几个禁军兄弟全部被下毒，深度昏厥。”在场所有人脸色骤变，只觉得耳朵都嗡了一下，已捏拳作响，破口大骂：“王八蛋，敢劫朕的要犯！苏怡失踪，绝对跟蔡玉逃狱脱不开关系。”夏阳慌乱大喊：“那蔡玉恨苏姑娘入骨，手段又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苏姑娘岂能有好下场？”你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环顾四周道：“现场没有血迹，人失踪已经近10个小时了，苏怡肯定是被带走了。”你忽然问道：“找到那个假传口谕骗走苏怡的小太监了吗？”福寿和夏阳等人脸色难看的摇头。你狠狠蹙眉，如此毫无头绪的情况，让你一时间也不知道从何下手，不断的踱步。你猛地想到什么，大喝道：“把阳玉宫的所有太监、宫女全部给朕找过来！苏怡被引到这里来，他们才动手，肯定是有内应。”不一会，阳玉宫所有的太监、宫女都被聚了过来，6个宫女和6个太监全部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。你手握长刀，冷冷开口道：“朕不想过多废话，自己站出来。”强大的地威和压迫力让12人一颤，继而哭喊一片：“陛下冤枉啊！奴才就是再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害苏姑娘啊！”12人哭爹喊娘不断，求饶，磕头把头都磕破。这一幕看得夏阳等人绝望，因为这毫无头绪，真的有内鬼吗？可你不信，无论是苏心斋失踪，还是蔡玉逃脱天牢，这都太离谱了。你直接举起了长刀，故意做出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，不说是吧？那就全部去死吧！太监宫女尖叫，身体全部僵硬在原地，瞳孔浮现了本能的惊惧，唯独一人往后倒退了一步，躲开的一刀的范围。这看似不起眼的细节，却让你的双眸捕捉到，你的刀并没有落下，而是停在了半空。12个太监宫女脸色苍白，满头大汗，瘫软在地，仿佛鬼门关走了一遭。突然你挪步，犹如恶魔的叩门，一步一步来到一个50多岁、头发花白的太监的面前，刀瞬间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他立刻大喊，整个人瑟瑟发抖：“不要！陛下，奴才真的没有出卖苏姑娘啊！”你冰冷地说道：“别装了，一个正常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可能做出反应的，你都50多岁了，还能在第一时间恰好退到安全位置。”夏阳等人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，此刻全部愕然当场。那老太监老泪纵横，跪在地上抱着你的大腿哭嚎：“陛下，老奴真的没有啊！您就算杀了奴才，奴才也什么不知道啊！”福寿和夏阳包括在内的所有禁军皆是蹙眉狐疑，这太监的表现看着不像啊！你贴在老太监的耳边低语：“你的演技确实很好，蔡家培养你们花费了不少精力吧？”老太监全身下意识的一颤，这明显是心虚。你敏锐的感知到了，心中更加笃定有问题。你顿时暴怒，一手提起老太监的头发，往地上狠狠一砸。你大吼道：“你在心虚什么？”地怒可怕，杀伐果断，杀猪一般的惨叫从老太监的嘴里发出，他头瞬间飙血，被生生砸了一个窟窿，看得一众禁军都是噤若寒蝉，眼神忌惮。老太监一边哀嚎一边狡辩：“陛下，奴才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！你的耐心用尽，因为多1秒，苏怡就多1分危险。蔡玉这个贱人逃出去了，肯定会不择手段的报复。”你一刀直接砍下，老太监的一根手指被砍断，仰天发出了凄凉的惨叫：“陛下，奴才不知道啊！”你又是一刀，又是一根断指，血液溅射到了你的脸上，恐怖至极。老太监疼得五官扭曲，不断惨叫。你持续挥刀，说不说，说不说，龙袍滚滚，手起刀落，现场血腥至极，让所有杀过人的禁军都害怕，内心愈发敬畏。太恐怖的审讯方式了！被砍到第6根的时候，那老太监实在是扛不住10指连心的折磨了，惨叫道：“不要砍了，陛下，我招！”整个阳玉宫顿时一震，夏阳等人眸子纷纷睁大，内心震撼，还真的是这老贼！你怒吼道：“快说！”那杀人不眨眼的样子，看在老太监眼里就跟魔鬼似的。他捂着断掉的手指，虚弱说道：“五子门西湖，他们好像是要去城内西湖的一艘货船，逃走的蔡妃也在哪里？”你双眼射出实质一般的杀气，二话不说，一脚将人踹飞，重重的砸在石柱上，骨头都不知道断了多少。你怒吼道：“立刻跟朕去西湖！苏怡若掉一根汗毛，老子非要让整个蔡家陪葬！”你拖着刀，一身煞气，穿着染血的龙袍就跨过了宫门，因为你在这个时代，苏心斋就是你唯一的一个亲人。
人。夏阳等人立刻跟上，1分钟也不敢耽搁。很快西湖被羽林卫封锁，铁甲轰鸣，水泄不通。但搜救任务远没有想的那么简单，西湖贯穿了大半个京城，停泊了太多的货船，你也只能让人一点点的搜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天际逐渐被黑夜笼罩，你气喘吁吁地问道：怎么样，找到没有？回陛下，两岸尽头我们都搜过了，根本没有苏姑娘的踪迹啊！你情绪有些不稳，双眼血红。苏姨消失这么久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一些羽林卫偏将跪地惶恐说道：陛下，我等都快将整个西湖翻过来了，可半点发现都没有。你怒斥道：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众人被骂得狗血淋头，瑟瑟发抖，不敢抬头。这时候夏阳跪在甲板上道：陛下，会不会是那个老太监说谎，故意引咱们去错误的方向？此言一出，全场变色。如果是这样，麻烦那就太大了。你捏紧拳道：不可能，那个老太监的眼睛骗不过朕。你不断的自言自语，来回踱步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难道人真的被运走了？众人见状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你猛地抬头，双眼仿佛猛然警醒，人是从五子门出来的。夏阳惊呼道：是啊，陛下，五子门是离出京城4门最远的门，凶手这样走就没想过出城。你充满血丝的双眼扫过西湖，突然发现两岸很是繁华，货船可以随时上岸。你忽然问道：那这两岸是做什么的？张衡和夏阳等人急忙回答道：陛下，这西湖两岸全是烟花之地。怎么了？你脸色煞白，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让你浑身的血液都在逆流。你怒吼道：快给朕搜两岸的所有烟花之地，那个地方去了可疑之人，隐瞒不报者诛杀9族。一时间，上千的羽林卫雷动，你冲在了最前面。此刻你快要疯了，心在滴血。如果苏心斋遭此屈辱，你将一辈子不会原谅自己。与此同时，某一个封闭的空间之中，这里富丽堂皇，但处处透着一种胭脂气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正经地方。苏心斋缓缓醒来，咬破舌尖，才艰难地提起一些精神，但他却无法动弹，只能干睁着眼睛。一道妩媚略带玩味的声音响起：苏姑娘果然不愧是天下第一高手，中了如此巨量的迷药，竟然还可以自主醒来。紧接着，蔡玉身穿一袭黑色劲装出现，苏心斋美眸收缩，大惊道：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蔡玉冷冷一笑，隔着5米和他对视：你觉得那天牢困得住我吗？苏心斋很快想通了一切，冷冷道：卑鄙小人，你也只有用这种阴谋绑我了，你跑不掉的，陛下一定会发现的。蔡玉闻言戏谑一笑：可惜啊，恐怕狗皇帝来不及了，等他到的时候，他会看见自己的女人圣洁的苏掌教衣衫不整，被10几个男人宠幸的画面，那画面一定很精彩。蔡玉仰头大笑了起来，报复的快感让他疯癫。闻言，苏心斋如遭雷击，猛地反应过来，自己是在烟花之地，而且自己就在床上。他当场暴怒就要反抗，可四肢的无力让他动动手指都难。贱人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！蔡玉绝美的脸一下子就变得极致阴沉，杀了你那也太便宜你了，我就是要让狗皇帝心痛，让你这个贱人万劫不复。他一声大喝：来人！顿时屋子里出现了10几个5大3粗的男子。蔡玉捂嘴轻笑道：去吧，一定给我把苏姑娘伺候好了。10几个5大3粗的男子缓缓走向苏心斋，做事就要脱衣服，他们的眼中毫不掩饰闪过了绿光，他们这辈子都没有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。那一刻，苏心斋绝望，风华绝代的脸如同白纸，他落寞地低语了一声：陛下，今后的路只能看你自己了。随即他清泪滑落，决绝的就要咬舌自尽。见状，蔡玉的脸上浮现了疯狂的喜悦，复仇心得到了满足。眼看10几个男人脱掉了上衣，就要一拥而上了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炸开，一面墙直接被活生生的砸出了一个大窟窿。所有人一震，猛地回头，什么人？只见一个男人拖着血淋淋的长刀，一步一步的跨过废墟，声音如同死神：蔡玉，你敢动朕的女人，今天耶稣都留不住你！苏心斋猛地睁眼，本已经绝望的美眸不由浮现一丝激动，随即大批禁军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，一字排开。蔡玉笑容一僵，绝美脸颊有些难看：你怎么找来的？你没有搭理他，目光率先定格在苏心斋的身上，看到他没事，才松了一口大气。随即你捏拳咬牙道：别怕，朕来救你了，有朕在，没人可以害你。苏心斋内心百感交集，甚至双眼微红，重重点头，第一次从你的身上感觉到了安全感。紧接着，你的双眼杀气通天，看到10几个5大3粗的男人围在苏心斋四周，甚至上衣已经脱了。联想到这里的场景布置，傻子都知道蔡玉打的是什么恶计，如果自己再晚来一点，会发生什么？一想到这里，你的怒火几乎让你失
失去理智。你大骂道：“蔡玉，你这贱人！”而后将手中血淋淋的人提了起来，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，眼中闪烁过复仇的火焰。蔡玉脸色一变，轻鬼怎么死的？浑身血淋淋的男子正是在外面守门的轻鬼，他伪装起来想要误导禁军的搜索，结果被你一眼看穿了，才有了这一幕。轻鬼发出惊恐的求救声：“小姐，快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”瞳孔满是不安，但下一秒，你手中的刀狠狠一抹，顿时他的脖子开始喷血，恐怖至极。轻鬼双眼睁大，疼得五官狰狞，双手努力捂住脖子，想说话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怒吼道：“这就是动朕女人的下场！”随即一脚踹出，霸气十足。轻鬼飞了好几米远出去，重重砸在地上，刚好就倒在蔡玉的面前，身体还在抽搐，脖子还在渗血。蔡玉脸色阴沉道：“就凭你，恐怕还不够。”你迅速大吼：“是吗？那就试一试，动手，一个也不许放过！”夏阳带着一众禁军愤怒地一拥而上，动手！蔡玉娇喝道：“快挡住他们！”他在这里有一些手下，加上那10几个大汉，人数也不少，双方瞬间激战在一起，桌子花瓶可见的一切被迅速打碎，随即血液飞溅，惨叫环绕，异常激烈。你盛怒之下，握着一把刀就冲了上去，见人受死！苏心斋担心无比，惊呼道：“陛下，不要去！”看着为了自己猩红双眼、怒发冲冠的纪伯达，他内心深处竟有一丝异样的波动。不管他以前再怎么混蛋，但现在却是为了他在搏命。蔡玉满脸不屑，美眸闪过了一丝杀机，仿佛又看到了杀死你的绝佳机会。他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匕首，脚步很快，越过了禁军的头顶，俯冲向你。你浑然不怕，全力一刀狠狠劈下，地面瞬间炸开。蔡玉也被逼躲闪，一旁的苏心斋置身乱战之中，情急之下大喊道：“陛下，刀往右边扫！”你闻言没有任何怀疑，瞬间配合，握紧刀横扫出去。果不其然，蔡玉的攻势被瓦解，被迫用匕首格挡，这让他恼羞成怒，凌空一跃，狠狠刺出：“狗皇帝，我要你死！”苏心斋又大喊道：“陛下扎马步！”收刀格挡至胸口。作为天下第一高手，自然可以提前看破蔡玉的想法。你的反应很快，迅速照做，扎稳马步，甚至纹丝未动。蔡玉这一刀被成功抵挡，让他愈发恼怒，出手也更加歹毒。陛下快退，他要割你的手腕！陛下攻他下盘。就在苏心斋这个天下第一的指导下，你完美的配合，竟是在10几个呼吸间让蔡玉分毫未尽，反倒是禁军的帮忙，让他险象环生。终于他怒了，怨毒大骂：“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”他折返放弃杀你，率先冲向不能动弹的苏心斋。你怒吼道：“尔敢！”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潜力，踩在台阶上高高跃起，一刀劈下，刀砍炸了一根柱子，逼退了蔡玉。可他十分灵活，竟是又扑向了苏心斋。去死吧！苏心斋望着捅来的匕首，全身如坠冰窟。他本可以轻松避开，奈何毒药未解，动手指都做不到。夏阳等人目眦欲裂，仿佛看到了苏心斋身死的画面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你赶到，一手将苏心斋护住，迅速暴退，但还是慢了一点。你的胸膛被匕首划了一条浅浅的口子，鲜血溢出，忍不住狠狠蹙眉。苏心斋惊呼：“陛下！”风华绝代的俏脸满是担心和自责。你忍着剧痛道：“放心，我没事。”你护着苏心斋不断后退，蔡玉则步步紧逼，冷眼一笑：“狗皇帝，没想到你对他还真是好啊！今天就送你们当亡命鸳鸯吧！”混战中的夏阳嘶吼：“护驾，护驾！”可他却是无法脱身，被蔡玉的手下死死拖住了。而御林军的大部队还在外面，蔡玉知道不能拖了，于是决定最后一击。你要护着苏心斋，一心二用，此刻变得更加捉襟见肘。忽然，你看到地上灵机一动，抓起地上散落的烛灰，猛地往前面一扬。杀人心切的蔡玉没有避开，双眼迅速被大量灰色的烛灰侵入。他左手捂眼，痛苦无比，怨毒咒骂道：“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皇帝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”他握着匕首胡乱挥舞，完全看不到方向。你一脚狠狠踹在了他的腹部，毫不留情。蔡玉惨叫一声，结结实实挨了一脚，捂住小腹，狠狠地摔在地上。他怨毒咒骂，努力地擦拭双眼，想要睁眼：“我要杀了你，我要杀了你！”可你不可能给他这个机会，直接冲了上去，又是一脚扫出。蔡玉吐血，狼狈无比，往后倒飞10几米，砸在柱子上才停了下来。你还不够解气，如狮子一般扑了上去，一手抓住蔡玉的头发，狠狠往柱子上砸，巨响不断。你一边砸一边还在怒吼：“贱人，动朕的女人，这就是代价！”蔡玉披头散发，面容全毁，不断咒骂：“狗皇帝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这个贱人迟早也要死！”你一听，怒火更甚，凶猛至极的出手，拳打脚踢，耳光暴砸，惨烈无比。全场皆被你这恐怖的报复方式震怖，苏心斋也不例外，但内心又无比的感动。就在这时，羽林卫大将军张衡冲了进来，脸色焦急道：“陛下，不好了！”蔡纯正带着金吾卫往这里赶，你气喘吁吁的停了手，一脚就将蔡玉踹翻在地，而后大喝道：“他到哪了？”张衡紧迫道：“已经到西湖了，
看样子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发生，想要赶来救人。你不屑一笑，还特么想救人？他以为他是大罗金仙吗？苏心斋不免担心道：陛下，留着他吧，比杀了他用处更大，而且现在不适合和蔡纯彻底撕破脸。闻言，众人虽然憋屈，但道理是这样，蔡玉不杀，就算是一个人质，蔡纯会收敛一些，从而取得更多的时间。躺在血泊中，蔡玉发出怨毒的笑声，哈哈哈！皇帝小儿，你就是个窝囊废！我副相来了，你有种就杀了我啊！你大吼道：你特么找死！一脚狠狠地踢在了他的脸上，他大口吐血，牙齿碎了一地，发出了一声凄凉的惨叫，而后往后滑行了至少10米，重重地砸在了墙上。你男儿热血上来，拖着刀就要上去进行最后的一刀，你以为朕不敢杀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蔡玉狰狞的脸上终于浮现了一丝害怕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敢杀我？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后果？你的刀在地上都托起火花了，霸气睥睨，龙袍滚滚。朕只知道人定胜天，千钧一发之际，蔡玉的求生本能让他残缺的身体竟然站了起来，全力一扑，撞碎了窗户，硬是逃了出去。一边逃一边还在大喊：富香，快救我，救我！他自知唯一活命的机会就是找到蔡纯。突如其来的巨变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你拖着刀大步流星地冲了出去。今天你是非杀了这个贱人不可，否则日后不知道还会害了多少人。顿时，一行人快速跟着你追了出去。此刻的西湖两侧已经是人山人海，今夜的事情可以说是持续发酵，而蔡纯的赶来也成功让此事上了一个台阶，到处都在议论：怎么了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蔡丞相居然都来了，听说皇宫出事了，有人绑了陛下的女人。突然，一道血淋淋、残破不堪、面目全非的人影冲了出来，到处乱撞。副相，副相！正全力赶来的蔡纯听到声音，猛地看来，发现河岸边上的蔡玉顿时一震，有人脸色发白，惊呼道：相国大人，那好像是小姐！蔡玉看到他，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，不顾一切的冲来。副相，快救我，快救我啊！蔡纯的脸在一瞬间黑到极点，阴沉到了极点，捏拳作响，自己的掌上明珠竟然被殴打成这样。有追过来的羽林卫大吼：快抓住他！远处的蔡纯暴怒大吼道：我看谁敢！他身后的一大批卫队迅速冲了上来，和羽林卫爆发了冲突，引起了现场骚乱。蔡纯满脸阴沉道：住手！都给老夫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！权势滔天的蔡纯开口，瞬间让诸多羽林卫脸色难看，畏手畏脚。就在这僵持的时候，一道霸气十足的声音响彻西湖两岸：朕敢！你冲了出来，手中的长刀用尽全力往前一抛，在夜色下闪烁出了破人的寒芒。蔡纯的瞳孔一缩，上位者的威严脸庞巨变，大吼道：不要！蔡家人大吼：小姐！一声清脆的声音发出，伴随着一抹血话：震不全场，鸦雀无声。蔡玉逃命的动作被定格，他惊恐的双眼缓缓往下看去，背后一把长刀直接贯穿了他的腹部，此刻正滴着鲜血。他不敢置信，不甘和惊惧蔓延，而后轰隆一声，身体轰然倒地。蔡家的鹰犬和金无畏全部愣在原地。完了！蔡纯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整个人僵住，浑身冰寒，滔天的怒火又在双眼之中升腾。蔡玉面容痛苦，在地上爬行。副相，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你大喝道：胆敢谋害朕的人，数罪并罚！你该死！故意让西湖的所有百姓都听到，先占据主动，来人备剑。禁军连同羽林卫的几百把箭矢瞬间对准了爬行的蔡玉，这把看戏的百姓吓得慌乱而逃，也完全无视了蔡纯的存在。他挤出人堆，满是城府的脸漆黑无比，冷冷道：陛下，这就没有必要了吧？你这是故意打老臣的脸吗？顿时现场僵住，禁军羽林卫不禁看向你，等待你的命令。你上前3步和蔡纯对视，冷哼道：蔡纯，今夜你善待金无畏前来，朕还没有跟你算账，你最好滚一边去。此言一出，火药味十足，双方人马对峙。蔡纯咬牙切齿，眼神阴沉。那陛下最好给老夫一个满意的解释。你一字一句的大吼道：解释什么？朕做事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小角色解释了？而后你大手一扬道：放箭！蔡家的人惊呼：不可！但已经没有任何作用。现在的禁军和羽林卫得到命令，齐齐放箭。还没有死绝的蔡玉被万箭穿心，发出了凄凉的惨叫，而后彻底惨死西湖街头，全场为之震怖，嘴巴可以吃下一个鸭蛋。蔡妃就这么死在了丞相的面前，许多百姓都瑟瑟发抖。蔡纯亲眼目睹惨案，青筋暴起，怒发冲冠，如同一头老狮子看着你，似乎已经处于爆发的边缘，你却不管不顾，缓缓上前检查了一下蔡玉有没有死彻底。随后你大喝：走！大步流星的走在了最前面，张衡和夏阳等人跟上，警惕着四周，怕蔡纯动手。你顶开蔡纯的时候，还重重冷哼了一声，丝毫不怕。就这样，一行人离开了西湖，留下了一批羽林卫善后，百姓们热议纷纷，交头接耳，渐渐散了。唯独原地的蔡纯和蔡家人如同石化，站在原地看着尸体一动不动。金无畏副将杨春忌惮说道：相国大人，小姐死得好惨，全身都被打烂了，无
无数发泄怒火的蔡纯狠狠一巴掌扇在了杨春的脸上，响彻四周，面红耳赤的嘶吼：“老夫需要你说吗？”杨春捂着脸迅速下跪，瑟瑟发抖，卑职死罪，相国息怒。他深知蔡纯的势力通天，蔡纯面目逐渐狰狞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季伯达，这次你成功激怒老夫了，咱们走着瞧。传老夫口令，明日一早，所有人上朝，看我脸色行事。”话一说完，他大拇指象征权势的玉扳指被其活生生捏爆，然后他扭头直接走了。可任谁都感觉得出来，他浑身的杀气。所有人跪地，知道相国的正式反击要来了。回到皇宫一路平安，御书房内灯火通明。苏心斋吃下了解药，行动已经恢复。你摇头一脸的可惜道：“可惜了，蔡纯这个老东西，朕在他面前把人杀了，还踢了一脚，居然都无法激怒他。”闻言，远处张衡和夏阳等人一颤，苦笑连连。苏心斋长长的睫毛扇动：“陛下，难道你刚才还是故意的？”你挑眉道：“那不然呢？只要蔡纯刚才敢带着金无畏动手，朕就有理由将其斩杀，京城奸臣团体也就群龙无首。可惜这老狐狸很精明，暴怒之下仍旧压下去了，估计他的报复很快就要来了。”闻言，众人不禁暗赞你的城府，同时面色凝重，为蔡纯的报复而感到担忧。苏心斋不由叹息，脸上有一丝内疚：“怪我，若非我大意，也不会打乱陛下的计划。”你望着近在咫尺的他道：“别说这些话了，他们敢动你，就是跟朕在玩命。”苏心斋的玉手一颤，内心一暖，下意识的抬头和他四目相交。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一个男人的保护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你的眼神真挚无比，也看着他的眸子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滞。张衡和夏阳等人对视一眼，纷纷往后退。突然，你伸手摸向苏心斋的白脸，苏心斋如同触电一般，迅速退开，脸蛋冷艳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你撇嘴道：“咋说翻脸就翻脸，但你不气馁。”嘿嘿一笑：“别生气，帮朕把绷带扎好呗。”苏心斋瞥了一眯眼，心中暗骂：这就想占便宜。但他也知道你没有什么真的坏心思，便上前仔细帮你包扎。当系紧的一瞬，一股酸爽夹杂着疼痛，让你忍不住嚎叫了一声，眼泪都差点出来了。顿时，御书房外等着的众人听到这模棱两可的声音，脸色奇奇古怪。御书房内，饶是苏心斋这般女人都尴尬了一瞬，继而雪白额头满是黑线。陛下，你是故意的吧？你一脸无辜道：“疼啊，怎么叫故意的？”苏心斋欲言又止，最后懒得跟你废话，陛下先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聊。你的脸色却在一瞬间肃然，你先退下吧，朕还有别的事要处理。苏心斋蹙眉道：“什么事？”他担心你的身体受伤了，还要熬夜。你的双眸闪过一丝极致的杀意。那个阳玉宫的老太监是蔡纯安插在皇宫的暗棋，之前的清理没能将他们连根拔起，如果不是你出事，他们甚至不会浮出水面。这些人不死，朕睡不着啊。闻言，苏心斋猛地反应过来，对啊，还有蔡玉能逃出死牢，一定有人接应。你站了起来，霸气道：“卧榻之处岂容他人酣睡？而且蔡纯肯定是要跳脚了，揪出这些人，说不定能有所收获。”苏心斋风华绝代的脸蛋一仰，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眼前的你愈发像一个皇帝了。他朱唇轻启，既然如此，那我陪着陛下。你偷偷嘀咕了一声，要是能赔点其他的东西就好了。苏心斋何等听力，眼神瞬间冷艳。陛下，您刚才说什么？你背部一寒，立刻打马虎眼，冲外面大喊：“没什么！”来人，立刻去把人从死牢给朕提出来。禁军抱拳，立刻离开。不一会，那个老太监在深夜被秘密提到了御书房。他叫龙兴，是阳玉宫的太监使。他凄惨无比，5根手指都在白天被你给全部砍断，脸色苍白，此刻跪在地上瑟瑟发抖。你坐在龙椅上，把玩着玉扳指，瘦削的脸庞有一丝锐利。整个御书房鸦雀无声，无形的压力让龙兴老太监冷汗直冒。说吧，你还有什么同伙？龙兴一颤，急忙磕头：“陛下，没有了。”你冷笑道：“没有了，你确定？”面对你的眼神，龙兴老太监尿都快下流了。白天的一幕幕可还刻在他的脑海之中。你又道：“如果让蔡纯知道是你泄露了消息，导致朕斩杀了蔡玉，你觉得你有活路吗？”龙兴老太监一震，双眼睁大：“蔡妃死了。”一旁的苏心斋冷冷呵斥：“那不然呢？还不速速交代？”龙兴只觉得五雷轰顶，不断呢喃：“完了！”你见效果差不多达到了，便淡淡道：“告诉朕你所知道的一切，在天亮之前揪出皇宫所有的暗棋，朕可以保你一命，否则朕就送你出宫去。再告诉蔡纯真相。”说着，你故意露出了一抹冰冷的笑容。龙兴如坠冰窟，瞳孔颤抖：“陛下，我交代，我把我知道的全部都交代出来，我还可以指证他们。”他疯狂磕头：“求求你给奴才一条生路吧！我知道错了。”你冷冷道：“那还不快说！”龙兴老太监颤抖道：“惠安宫的
的李公公，还有长风宫的王公公，他们都是丞相府邸的眼线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只知道我们所有人的任务都来自一个名字叫做奴大人的人，他负责联系我们。你的眼神在夜色下犹如神箭。奴大人好啊，看来皇宫还藏了大鱼。你的眼中闪过一丝杀机，迅速质问：你能找到此人吗？龙兴老太监急切摇头，极力的证明自己。陛下，奴才不敢说谎，真的找不到啊，都是奴大人主动找上我们的。我只知道他是宫中之人，身上有一股异香。你蹙眉思考道：线索太笼统了，事情一出，这奴大人未必会浮出水面了。苏心斋紧咬银牙，蔡纯这个老狐狸太谨慎了，咱们可能无法定他的罪，除非先找到那个奴大人，可线索又极其有限。张衡等人亦是点头，是啊，真没想到这样的清洗之下，这些人居然藏得这么深。你站起来踱步道：其实就算找到那个隐藏在皇宫暗处的奴大人，也未必能定罪蔡纯，当然镇杀他也不需要定罪。苏心斋问道：那陛下现在怎么办？还抓人吗？你沉默一会后摇头道：算了，朕本以为可以连根拔起，但没想到出了个奴大人。夏阳，派遣你的心腹给朕看死，那几个公公不要打草惊蛇，等那个奴大人浮出水面。夏阳抱拳立刻退走。另外，张衡，今天跟蔡纯一起的那个金无畏偏将是谁？你的眸子闪过一丝寒色，向来是有仇必报，这个狗东西吃你的皇粮，竟然敢明目张胆听蔡纯的。张衡咬牙道：回陛下，他叫杨春，是金无畏副将，被蔡纯提拔上来的。你的眸子闪过了一丝极致的冰寒，你去给朕暗中调查一下他。朕暂时不能杀蔡纯，但这条狗还是可以杀的。张衡一震，立刻领旨，被其杀法果断给镇住了。你大手一挥道：好了，都散了吧，明日一早，估计蔡纯那个老东西就有动作了。随后你走到门口，对着贴身宫女春竹勾了勾手指，仿佛要让这小姑娘叠罗汉。苏心斋一阵无语，这家伙形象永远好不过3秒。一日清晨，你本就是个睡懒觉的人，又抱着一块暖玉，自然睡得舒坦无比。殿外的夏兰、秋菊、冬雪望着里面，皆是露出了极致羡慕的神色，恨不得床上的那块暖玉就是他们。整个乾坤殿本安静无比，忽然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宁静，禁军冲来，面色着急，然后消息一层层的上报，直接报到了乾坤殿内。春竹努力的挪动身体，小心翼翼的喊道：陛下您快醒醒！你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怎么了？春竹抿了抿红唇，立刻道：陛下，福寿公公来传话，说是今天一大早满朝文武都来上朝了。顿时你的睡意猛地一扫而空，睁大双眼，全部蔡纯也不抱病了。春竹连连点头，着急的就要爬起床，却不慎走光了胸襟的雪白。陛下，奴婢这就伺候您更衣。你此刻失神片刻后冷笑：今天铁定是要发生点什么大事了。你想了想，大喝道：福寿，告诉外面不必着急，让蔡纯那些老东西慢慢等着。帘子外面跪着的福寿老太监立刻领旨离去。这时候刚准备穿外衣的春竹愣在原地：陛下，那奴婢还给您更衣吗？你露出亲和的笑容：当然不更了。随即一把抓住了他精致雪白的玉足，往自己面前一拖。春竹惊呼一声：陛下，这不合适吧？他娇躯紧绷，你笑道：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朕又不做什么。这段不好看省略3万字。也不知道过去多久，金銮大殿的文武百官等的腿都站麻了，许多重新上朝的大臣非常不爽，特别是蔡纯之流。刑部尚书朱堂冷冷质问：福寿公公，陛下怎么还不来？你们这些当奴才的不知道提醒陛下吗？福寿公公面色冷冽，不咸不淡道：陛下什么时候来？需要跟各位大人交代吗？顿时朱堂的脸闪过了一丝难堪，在文武百官面前瞬间下不来台，他冲上去就要一巴掌：好你个死太监，也敢跟本官顶嘴，哪里来的胆子？段时和邱毅等人脸色一变，福寿可是内务总管皇帝的人，打他不就是打你的脸吗？他们想要阻止却来不及了。福寿也没想到朱堂的胆子这么大，居然在这里动手，一时间退无可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炸响金銮大殿：放肆！朱堂，金銮大殿，你居然敢动手！顿时朱堂的动作一致，脸色难看，这么巧就来了。全场眼光齐刷刷地看向高台之上，包括脸色阴沉、头发白了不少的蔡纯。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大步流星地走到龙椅边，睥睨下方。朱堂愣着做什么？打！福寿把脸伸过去，让朕看看朱大人的威风。此言一出，全场脸色一变，联想到之前的周人，这朱大人只怕也撞枪口上了。福寿露出笑容：你来了。他也不怕了，直接上去挑衅地看着朱堂，伸长了脸，似乎讨打。朱堂气得暴怒，满脸通红，气得发抖。全场静默了许久，那朱堂压根不敢动手。你冷笑道：怎么不敢打吗？朱堂面红耳赤，被啪啪打脸，无地自容，最后只能憋屈无比的跪下道：陛下，微臣知错，还请责罚。你怒斥霸气无比，狗东西，记住了，这里只有朕可以动手，给朕收敛点。朱堂拱手，被训得没法还口，只能认栽。但
但心里却又怨毒至极，全场为之震怖。昨天的事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，这番话明着是说给朱堂听的，但事实上却是指桑骂槐。也是这时候，蔡纯缓缓走出，位列一身瑞兽服，苍老的脸上布满了城府和阴沉，一出场就迅速引起了所有人的高度紧绷。蔡纯一开口便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：陛下，突厥可汗给咱们下达了最后的通牒，若2个月之内再不核心割地，必将北上。此言一出，整个金銮大殿瞬间炸开锅，满朝文武惊恐无比。不是说年底吗？怎么一下时间又缩短这么多了？这该如何是好？咱们根本就打不过突厥人，必须核心才能解决问题啊！听到这些没骨气的话，段时、张衡等一众忠臣脸色通红，忍不住和他们吵了起来。一时间，金銮大殿显得嘈杂无比，慌乱一片，各执己见。蔡纯见状，嘴角冷冷上扬，这就是他想要的局面。而此刻，你死死地盯着这个老狐狸，就知道蔡纯突然回朝，绝对不是来玩的。而突厥一事就成了他的突破口。只是此刻的你有些想不通，为什么突厥突然就变卦了？时间缩这么短，大大打乱了你的计划。良久，你蹙眉手，拍了拍桌子道：“都给朕安静，此事择后再议吧。先说说其他事吧。”你不动声色，不中蔡纯的计。但蔡纯阴冷的眼神充满恨意，他已经盯死了，怎可能就此罢休？突然，他怦然跪地，悲呼一声：“陛下，看在百姓的份上，尽快和亲吧！再不割让南方12城，突厥人就要进攻我大魏了啊！”你瞬间嗅到了阴谋的味道，脸色一下子黑了。果不其然，一大批6部大臣跟着下跪，就跟商量好的似的，一个个流着热泪，声情并茂。朱堂更是直接掏出了一张血淋淋的血书：“陛下，您快看看吧，这是南方百姓送来的万人血书，要求陛下核心平息突厥怒火，重归友好。”百官磕头大喊：“求陛下顺应民意，快速下旨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唯独段时这一小撮人没有跪下，此刻他们脸色难看，忍不住骂道：“你们这群没有骨气的东西！”朱堂冷哼大喝道：“段大人，你有骨气，那边疆的百姓死了，是不是你负责？”段时的开口迅速引来了口诛笔伐，大批朝臣怒斥：“没错，段大人你太自私了！”段时气得黑脸通红，你们眼看闹剧越来越大，你的眼中盛开着滔天怒火，国难当头，这些家伙居然还敢沆瀣一气！你站了起来，冷冷道：“朕已经说过了，绝不和亲，绝不割地。”有人立刻道：“陛下，不和亲不割地，咱们能怎么办？大魏的子民又该怎么办？”你冷哼道：“那割地和亲了，又当如何？给突厥人当儿子就对了，是不是？”最后3个字是吼出来的，你单手一锤，砰的一声，伏案直接被砸出了一个大窟窿，全场一震，吓得一抖，顿时不敢说话了。蔡纯见行不通，立刻又出招，给人群中的人使了一个眼色，紧接着一大批谏臣站了出来：“陛下此言差矣，暂时的隐忍妥协，换来的是长治久安，无论怎么看都是值得的。”开口之人名叫王清谷，乃是谏议大夫，谏臣之首。段时等人全部为你捏了一把汗，因为自古以来谏臣就是最难对付的，他们负责进死谏，皇帝不听他们就闹，你还不能动他们，一旦动了，那将遗臭万年，背上暴君骂名。王清谷挺直腰杆嚷嚷道：“只有2个月的时间了，如果陛下再不下旨，那我等就一头撞死在这龙柱上，到时候史书上会记载，大魏这一朝的皇帝是个不顾百姓和大臣死活的昏君。”闻言，你的怒火终于是爆发了，怒吼道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想死朕帮你？你抄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直接就往下面砸，你可不惯着这些老匹夫！”王清谷轰然倒地，额头瞬间飙血，捂着额头发出了惨绝人寰的惨叫，跟杀猪似的。见状，全场震怖，殴打谏议大夫。蔡纯阴险地笑了，暗中得意道：“皇帝小儿，你终究是嫩了。”王清谷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昏君，老夫2朝臣子，你也杀了老夫吧，老夫不怕！”你冷笑道：“朕不需要你来给朕定义，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。你一个谏臣，却长了一身软骨头，要给异族人当孙子。依朕看，你这个官也不用当了。来人，给朕脱了他的官帽，打烂他的嘴，打入死牢！”闻言，众人脸色大变。陛下，可雷厉风行的你根本不管，你知道自己稍微退一点，换来的一定是蔡纯集体的愈发膨胀。随后你转身大吼：“还要朕再重复一遍吗？”文武百官一震，脸色大变，这都敢动手？王清谷可是2朝谏臣之首，禁军不敢犹豫，立刻上前拿人。王清谷脸色终于变了，捂着额头爬起来，他忌惮不安道：“老夫为民请愿，陛下，你却要杀我，你要让天下人怎么看当今天子？老夫何罪之有啊？”此刻蔡纯也坐不住了，抬头冷冷
冷道：“陛下，您就不怕百官心寒吗？”朱唐等人一呼百应，纷纷大喊：“我等不服，求陛下收回成命，否则将我等一起处死。”许多墙头草官员根本不敢开口，于是金銮大殿就成了蔡纯党羽的一言堂。段石等人咬牙切齿，却无可奈何，总不能全杀了吧？就连角落里的苏心斋都捏了一把冷汗，没想到杀了蔡玉，蔡纯竟然这样报复，太卑鄙了！大殿一下子僵持住。就在所有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冷冷一笑，走下朝堂，鄙视道：“你们也好意思不服？用女人换取和平，你们还算是男人吗？一个个连太监都不如！”随即你啐了一口，口水直接吐在了朱唐的脸上。这家伙声音最大，他脸瞬间被气得铁青，甚至发抖，却不敢有任何顶撞。你行走在大臣中间，言辞非常犀利，主张割地赔款。你们这群怕死有私心之人，好意思说自己为民请愿？顿时大批朝臣脸色滚烫，没有说话。你盯着王清谷咬牙道：“你这个老东西，奸臣的脸都让你丢光了。如果朕今天向突厥屈服了，把老祖宗的家业拱手让人了，试问在座的各位还能抬得起头来吗？”你伸出手，啪啪往自己脸上打了几下。朕身为汉人，会羞耻啊！顿时全场一阵，面红耳赤，甚至都不好意思抬头。特别是一部分墙头草大臣，眼见局势不对，蔡纯立刻就站了起来，眯眼阴沉道：“那就请陛下拿出一个办法来吧。”紧接着，一批大臣跟着附和，一个个装的是大义凛然。丞相所言极是，既然不和，那就请陛下拿出办法来。顿时，难题又被甩到了你手上。谁不知道大魏现在是一穷二白，腐朽中空？段石等忠臣，还有苏心斋之流，纷纷蹙眉，看来担心无比。可你的眼中却忽然闪过了一丝锐芒。2个月之内，朕自然会处理好突厥一事。闻言，蔡纯嗤笑一声：“陛下，您是在说笑吗？不和亲也不打仗，就想让虎视眈眈的突厥放弃入侵？”段石等人忍不了就要呵斥，却被你一个眼神给阻止了。而后你露出一抹淡笑，来到蔡纯的身边，近距离看着他的阴险脸庞。怎么，蔡大人你不信？蔡纯冷哼，傲慢无比，不是老臣不信，而是这满朝文武都不信。你大喝道：“那如果朕真的做成了呢？”蔡纯毫不犹豫地哼道：“如果陛下做成了，那么老臣就引咎下野，辞去官务，到死牢里面去反省自己为什么做不到。”此言一出，整个朝堂一震，只有角落苏心斋的星眸一闪，仿佛一瞬间明白了你的用意。蔡纯可不是傻子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直接反问道：“但如果陛下做不成，到时候突厥入境随意屠戮，谁来负责？”你故意装作被激怒，大喝道：“如果朕做不到，就下罪己诏，引咎禅位，退居太上皇，从皇室宗亲中挑选一人重新担任天子。”当这句话说出来，全场一炸，黄熙冷气之声不断，这绝对是几百年来最恐怖的赌约了。段石等人脸色惊惧，暗道不好，陛下中了蔡纯老狗的奸计了。蔡纯一双老辣的眼睛直接一亮，犹如野兽闻见了血腥味。此话当真？你见状心底冷笑，这老匹夫这么快就露出原形了？当然当真，不过你故意拉长声音，如果在这2个月期间有人再敢从中阻挠，那就别怪朕不讲情面了。蔡纯大喝道：“好！”他眼中满是金光，生怕你反悔。既然如此，文武百官皆在这里做个见证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老臣绝不再提和亲一事，所有人也不可在2月干涉。陛下决断，谁若是反悔，谁就不得好死。顿时，张衡等人彻底坐不住了，直接冲了上来。你再次一手按住他们，给了他们一个不要激动的眼色。段石等人一凛，难道？然后你淡淡回头道：“谁敢反悔，谁就不得好死。”这个赌约就算立下了。听到这一句，许多蔡党下意识露出了阴笑，总算是满足放心了。蔡纯的嘴角更是有掩饰不住的戏谑，暗道：“蠢货皇帝，老夫看你到时候怎么办。”他心里雀跃今日的满载而归。你淡淡道：“好了，没什么事就都散了吧。蔡大人可记住你的承诺。”蔡纯露出了老狐狸一般的奸笑，一拜道：“老臣一定谨记。”老臣这就告退。在一番虚情假意的寒暄之后，蔡纯领着百官转身准备离去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转身，一双眸子闪过了犀利杀机和厌恶。等等，你们可以走，但他不能走。刚走到大殿门口，春风得意的蔡党们一致转身回头，脸色惊疑。只见你淡淡道：“骂朕昏君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想必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吧？来人，把王清谷给朕拿下！”夏阳二话不说，早就看着老王八不爽，冲上去就是暴力扣押。王清谷道貌岸然的脸骤然一变，不断挣扎：“陛下，你这是暴君行径，我不服！”蔡纯等所有人脸色一变，没想到末尾你还来这一手。蔡纯自然不愿意放弃己方大将，想要周旋。陛下，王大人乃是谏议大夫，你直接打断撂下话道：“王清谷公然侮辱天子，既然你们连这个都有意见，依朕看，那就算了吧。”你摆摆手，一副我不商量的样子，潜台词就是你们不同意朕拿下此人，那朕就不赌了。老狐狸一样的蔡纯岂能听不懂？顿时脸色一变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不容有失。有人低语，脸色难看，丞相这该如何是好？蔡纯的三角眼阴霾和狠辣之色一闪，二话不说，
直接拱手：“陛下言之有理，此人胆敢侮辱天子，是该重罚。老臣没有意见。”此言一出，全场震惊，如此快的变脸速度，简直让人咂舌。你心中暗骂了一声：“好一个老狐狸，刚才还死保，心狠手辣啊！”紧接着，那王清谷就被禁军拖下去了。他面色不安，不断的大吼：“为什么？丞相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”声音渐行渐远，金銮大殿上，段时、邱毅还有新进的户部侍郎于陀等人，莫不是久久无法回神。如此一个巨头，就这么轻而易举被陛下拿下了。有人悠悠道：“这就是牺牲品啊，是陛下和蔡老狗权谋过招的牺牲品。”后知后觉的众人看着你瘦削的身影，愈发佩服，但同时他们心里担心，这个赌约难度太大了。金銮大殿外，青石广场上，蔡纯离去的脚步匆匆，脸上有着藏不住的喜色。他甚至直接吩咐道：“召集所有人，今夜到老夫府上一聚，去把最好的乐师和舞姬请来，今夜不醉不归。”他舞动袖袍，仿佛已经是在开庆功宴了。跟在他身后的大批官员闻言纷纷笑着附和。还是有人担心道：“丞相大人，可万一真让皇帝做到了怎么办？或者说他做不到，但反悔怎么办？”朱堂眼神阴沉，对于你可谓是恨之入骨，吐口水之辱。他记下了。闻言，蔡纯的脸冷冷一笑，意味深长道：“有老夫在，他不可能成功。若他反悔，也是自断长城，到时候整个大魏都将唾弃他。他不禅让也得禅让。”闻言，所有人在青天白日下，竟是背后一亮，毛骨悚然。蔡纯收起阴狠之色，看了一眼偌大的皇宫，逐渐得意一笑，回府：“今夜不醉不归。”相比蔡纯一行人的狂欢，此刻的你却是片刻没有歇息。散朝之后，你迅速召集了为数不多的忠臣去了御书房。陛下，如此赌约太难了，您不应该如此冲动的。你却只是淡然一笑。这个赌约虽难，但却带来了机会。现在的蔡纯吃定朕必输，得意忘形，放松警惕，正是咱们行动的时候。闻言，众人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不过脸色很凝重。陛下还请吩咐。你扫视众人，临危不乱道：“段时，你是宗人府少卿，朕要你立刻去调查户部尚书黄玉，展开一系列的排查。此人身居要位，管理国库，乃是重中之重。于陀、李泰，你们二人在礼部和工部虽然只是二把手，但足够了。朕要你们尽快落实一切事务，一定不要被架空。还有邱毅。”一番交代，足足说了半炷香的时间。随即众人抱拳，齐齐大呼：“是陛下。”而后段时忍不住问道：“陛下，您交代的都是朝廷内部之事，那对外呢？如何平定突厥之乱？”你摆摆手：“这你们就不用管了，朕自有主意。你们下去吧，好好做好自己的事。”闻言，众人只好抱拳称是，而后退走。等人走后，你马不停蹄，直接现场脱起了衣服。苏仪速速备马，你跟朕出宫一趟。苏心斋一愣：“陛下这是做什么？”你神眉雷厉风行道：“突厥的事不能再拖了，朕需要一个得力的使臣，安必烈此人，朕必须亲自去看一看。若是情况好，就是朕赢的关键。”闻言，苏心斋绝色倾城的脸蛋一凛，感觉到了事态的紧迫性，我立刻安排。不一会，你乔装打扮之后，仅带着一个苏心斋就低调出了皇宫，什么人手都没有带。京城之大，人山人海，可安必烈此人名气很大，是个不折不扣的酒疯子，谁都知道他，所以你随便找个客栈一打听，就打听到了下落，直接找了过去。下午时分，风尘楼，你站在闹市的人流中，望着牌匾的3个大字，闻着空气中的胭脂味，还有勾肩搭背、脸色暧昧的男子们，你就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。上辈子你可是会所常客。苏心斋看了你一眼，弯刀眉轻蹙，冷艳道：“陛下别忘了你是来干什么的。”你嘿嘿一笑：“朕知道孰轻孰重，先找安必烈。”苏心斋点点头，见你没有犯浑，不由松了一口气。你挑眉道：“你这样进去不行，你去换身男装吧，否则苏以你这样的红颜祸水进去，非得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来。”苏心斋微微蹙眉，但一想也是，这可是京城最大的青楼之一，那陛下在这里等我，您不要一个人乱跑。你点头，但根本没有听进去，眼神正疯狂地扫着风尘楼内部的一切。苏心斋见你点头，便快速消失在了街道上，打算速去速回。可就在他离开之后，突然一声巨大的轰鸣从风尘楼之中传了出来，伴随着一阵打斗声和叫骂声，迅速吸引了你的注意。你下意识走进去查看，发现富丽堂皇、胭脂气很重的风尘楼内，一众小厮正围着一个男人拳打脚踢。那男子醉醺醺的，被打也不知道还手，居然还趴在地上睡觉。狗东西，没钱还敢来喝酒，打，狠狠的打，让他知道吃霸王餐的代价。一众小厮不断出手，你见状微微蹙眉，原来是吃霸王餐的，挨打也算正常。你不想多生是非，于是打算到门口等苏心斋。但就在你一转身，突然四周的客人扎堆议论，这又是那个酒疯子狂人安必烈吗？他怎么还来？你猛地冲到说话的那几人面前，双眼放光：“你们刚才说他是谁？”那几人吓了一跳，见你气质非凡，便说道：“安必烈啊！”闻言你一震：“这么巧？”你二话不说，当即挤进人堆，
堆，大喝道：“住手！别打了！”顿时，全场的目光瞬间聚焦在你身上。一众小厮缓缓停手，一个头目似的男子上前敌意道：“你是谁？此人在我们这里白吃白喝，凭什么不打？”闻言，你一愣，不由看了一眼地上呼呼大睡的安必烈，额头满是黑线。他酒钱多少？那头目竖起5根指头，5两银子。你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一锭银子扔到那人的怀中。钱我给了，多的就当是替他赔罪了。在场所有人看到银光闪闪的一个大银锭子，皆是倒吸冷气。那小厮头目更是双眼冒绿光，这可是数倍的钱。在2楼围观的许多风尘女子，一个个跟饿狼看见大肥羊一般，很少见到如此阔绰的客人，立刻就要行动起来。先前那小厮头目立刻点头哈腰，满脸堆笑，生怕你反悔。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客官您还有什么需要？你摆了摆手道：“不用了，你们散了吧。”随即迅速来到安必烈的面前，推了推他：“安兄醒醒！”一连喊了好几声，安必烈才堪堪醒来，一身酒气，满脸胡渣，披头散发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个能人。他打了一个酒嗝，茫然道：“你认识我？”你笑道：“素闻安兄有泼天之胆，口吐莲花之能，所以有意结交一二，不知道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。”安必烈虽然醉酒，但闻言一双眸子却是立刻异常的炯炯有神，盯着你看了一眼，他竟直接冷淡道：“你不用打我主意了，我是不会去面见天子的。”闻言，你震惊道：“你知道我的身份？”安必烈随手拍了拍身上的脚印，站起来踉跄道：“前2天朝廷的人已经找过我几次了，刚才你又无故帮我解围，不是有求于我是什么？”你眼前一亮，这家伙邋遢是邋遢了一点，但醉酒之下都能保持如此洞悉力和思考力，不简单。你不动声色地试探道：“我就是官家之人，你倒是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何不肯面圣？”安必烈又打了一个酒嗝，跌跌撞撞往风尘楼的深处走去。我看你小子顺眼，那就跟你多说几句吧。当今天子就是个废物，好好的江山让他败成这样，我安必烈岂能受他那个烂气？听到这番言论，风尘楼附近的男男女女纷纷惊惧，避而远之。这话可是要杀头的。你没有生气，只是汗颜。这家伙这张嘴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，而且还这么狂。你难道不知道，当今天子已经变了？蔡妃被斩，诸多忠臣回归，形势一片大好。安必烈突然大笑，披头散发，有些疯疯癫癫的。那我也不去。你跟在他后面耐心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古往今来成功的帝王无不是礼贤下士的，所以他根本不介意这些。他回头倚靠在栏杆上，活脱脱的酒疯子，从其他客人哪里抢过了一壶酒，咕咕咕灌了几口，看着你道：“因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。”你挑眉用请教的口吻问道：“那你觉得实际问题是什么？”他又喝了几口，眼神坚定，又有些悲愤道：“突厥这个问题不解决，蔡纯这些老家伙死了也没用。”闻言，你眼神闪过一丝强烈的欣赏，这家伙通透。你不由想起了一个人，另一个历史中的于谦。你打定了主意要用这个狂人安必烈。你忽然认真道：“如果说你有这个机会改变局面呢？”安必烈一愣，漆黑的眸子一动不动地看着你，忽然问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你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你的伯乐，就看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了。去面见一次圣上。”安必烈虽然醉酒，但还是有几分理智的。此刻他死死看着你，总觉得你异于常人。我感觉你跟那些狗官不一样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帮我个忙，完成了，我就跟你去见皇帝，但只是见，我不一定会做官。他大言不惭，也不知道日后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后会不会傻掉。你平静一笑道：“好，能让安兄给陛下一个机会，别说1个嘛，就是10个也无妨。”闻言，安必烈也不是矫情的人，直接开口：“我想要赎风尘楼的嫣儿姑娘，但是我没钱。”你闻言差点没有一个跟头栽在地上，没钱还想玩女人，这家伙！安必烈脸上难得一红，钱算我欠你的，你帮我搞定，但难题是这破地方不让熟人。你哭笑不得，捂住额头发笑，但为了良辰，你点了点头道：“交给我来处理，你找个地方先坐下。”安必烈见你这么干脆，被其折服，也不再任何排斥，只要你能帮我抱得美人归，我就欠你一个大人情。你笑了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直接转身离去，来到了风尘女子扎堆的地方。你一出现，迅速引起全场轰动，刚才谁都记住你扔出银锭子的一幕了。莺莺燕燕立刻一哄而上，媚笑道：“公子兜兜转转还是过来了，来，姐姐给你捶腿。”一众浓妆艳抹的女人疯狂献殷勤，更甚者胸口不断的磨蹭你的手臂。你按他还是古代玩得开啊，不过你现在可没有心情玩，办正事要紧。你直接掏出一小袋金豆子，帮我一个忙，这些东西就是你们的了。顿时诸多女人看到那金光灿灿的金豆子，直接疯了。公子你说，别说1个忙，10个忙都可以。没错，公子你今天想玩什么，我们都陪您。你微微一笑道：“我要见你们管事的。”顿时一众女人全部表情一致：“你确定不要我们陪您，只是见管事的？”约莫1小会的时间不到，整个风尘楼的人都知道这里来的一位大财主。众多女子一层层的上报，最终惊动了风尘楼的老板，将你请到了这里的顶层天字1号。而此时苏心斋正好伪装一番，找不到人进来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当即气的是柳眉倒竖，快速找人
天字1号房内，你暗自点头。这风尘楼的老板懂享受的，顶楼至少也相当于后世的私人定制。一个美婢做了一个请的姿势，公子请坐，你直接坐下。正准备说什么，忽然琴音停止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：“这位小兄弟，听说你一掷千金，只为找我。”你挑眉，瞬间追寻声音而去。声音来自一道雕花精良的木门之后，里面隐约有一道人影。原来刚才的曼妙琴音就是这个风尘楼的老板所弹。你内心嘀咕一声，什么来路这么神秘？而后和气道：“正是，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”里面的人道：“小兄弟，叫我呼延老板就行。”你站起来开门见山说道：“呼延老板，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我想要向你赎一个人。”闻言，里面的人明显愣了一下：“赎我风尘楼的姑娘？”你点头，非常低调：“谁能想到你是当今天子？小兄弟，这恐怕不行，我风尘楼的姑娘是不允许被赎走的，这是规矩。”里面的人似乎对你已经没有了任何兴趣，再度弹起了琴来。不过放在琴上面的一双手却是雪白如玉，纤细精致，堪比艺术品。你素眉摇头道：“能不能通融一下？钱好说。”里面的人再次开口：“小兄弟，不是钱的问题，你是第一次来这吧？”你点点头，不想以势压人，也不想暴露身份，但如果不放人，安碧莲的家伙也不愿意入朝。想了想，只能道：“呼延老板，只要你肯放人，什么条件你都可以提一提。”闻言，整个天字1号的婢女忍不住抬起头，目光惊诧，此人好大的口气。里面的呼延老板食指一停，忽然又好奇了起来：“小兄弟，这可是京城我遇到的难事，你恐怕解决不了。”你笑着摸了摸鼻尖说道：“你不妨说说，万一呢？”里面的呼延老板又沉默了一下，转而试探道：“聊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小兄弟的名字，来人上茶。”你闻言心中一笑，有戏，这老板动心了。但你也不上当，一本正经道：“我叫张三。”四周婢女皆是没忍住笑了出来：“谁取名字取这个啊？”呼延老板道：“小兄弟说笑了，你想赎我风尘楼的人，却连个真实姓名都不说，未免也不太够诚意了。”你无比严肃，然后摊手道：“我真的叫张三，要说没诚意也是你没有诚意吧？我好歹坐在这了，你却连真面目都不露。”你故意道：“一个大男人跟个小姑娘似的。”呼延老板淡淡的道：“既然小兄弟不愿意吐露真名，那倒是我强人所难了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帮我捞一个人，我就给你一个人，如何？”此言一出，这天字1号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，许多侍女忍不住看向里面，惊诧无比。呼延老板还真信这家伙有这个能力。你挑眉问道：“捞人？官家抓的人吗？”呼延老板再次开口：“没错，你刚才不是自信满满吗？现在怕了吗？你也是有原则的人。”随即开口道：“你先说名字，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之辈，我可以帮你试试。”呼延老板自嘲道：“当今天下被官家抓的人有几个是坏人？”你蹙眉，听出了他对朝廷浓浓的不满。不过也不怪他，前几天和宗人府少卿断时处理政务，就发现了太多的冤案，大多都是被权贵所害。你掷地有声，你说吧，若他是被害的，我替他平冤昭雪。呼延老板警惕：“我怎么信你？万一你出卖我，找官家的人来抓我，那我岂不是惨了？”你淡定一笑，直接站了起来道：“真男儿，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”说完，你直接转身霸气离去。而天字1号里面，许多人的脸色都变了，眉眼一沉，有人轻轻对呼延老板低语：“主人，要不要拿下他？”可呼延老板的眼中却闪过了一丝惊艳，阻止手下，而后在里面也站了起来：“等等！”这时候你都快走到门口了。闻言嘴角上扬，回头道：“怎么，你想好了？”呼延老板还是没有露出真身，笑道：“既然你这么敞亮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要捞的人是而今镇压在皇家宗人府的一名囚犯，名叫圣七。宗人府圣七。你诧异而后微微眯眼，能被宗人府镇压又不输于皇室之人的，那基本上都是些狠角色。看到你这副表情，里面的呼延老板双眸猛地一亮，居然一点不害怕，难道真可以？你语气非常淡道：“2天之内你会看到他的人，不过你们风尘楼一个叫嫣儿姑娘的人，我要现在带走，这是关乎我的大事。”整个天字1号一震，这年轻人到底是谁？2天，好大的口气！呼延老板蹙眉，这恐怕就有些强人所难了。你摊了摊手道：“那就看你吧。”呼延老板咬了咬银牙，最终妥协：“好，我信你，就当交你这个朋友了。”他喊了一声：“秦娘！”天字1号内立刻走进来了一个风韵犹存、金钗罗裙的妇人，很是好看。呼延老板意识到你是个大人物，便十分大方道：“你去帮嫣儿姑娘赎身，分文不取，再好好招待这位小兄弟一番。”秦娘毕恭毕敬的点头，看向你时心中微微震惊，这是什么人？一来就让呼延老板打破了风尘楼的规矩。你拱手道：“多谢了，有缘再见。”你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也不想耽搁，直接离开。精致的木门突然拉开，一身紫衣的呼延老板走了出来，只是他的身形着实是阴柔了一点。有人蹙眉，不太相信。老板真的要相信此人吗？此人才多大，身边也没跟几个人。呼延老板淡淡道：“我相信他，他的眼睛不会骗人。”
人，他绝对来头甚大。闻言，天子1号里面的所有女人哑口无言。下楼之后，那个秦娘来到后庭，迅速派人去找那个嫣儿姑娘。等待的时间，她便主动和你搭话，想要试探身份。公子，奴家好看吗？他凑了上来，带着一身香风。你嘿嘿一笑道：当然好看，就是今日出门前没带够，恐怕也只能看看了。秦娘红唇不禁上扬，心头得意，到底是个年轻人，经不住诱惑，于是凑得更近，整个人都贴上来了，口吐蓝气道：只要公子喜欢，夜里我来你的府上，分文不取。你故作惊喜道：真的吗？秦娘眉眼都透着一股献媚。当然，你告诉我地址。你双眼露出痴迷之色，一只手直接伸了过去。秦娘娇躯一颤，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。他勃然大怒就要反抗，但为了试探，最终忍了下来，挤出一个妩媚的笑容。死鬼，你也太坏了，快说地址，否则奴家不依了。你完全不中美人计。一边卡油一边陷入回忆。秦娘满怀期待地看着你，硬生生是忍着你越来越过分的手。足足好一会，你露出大白牙齿，人畜无害道：嘿嘿，我忘了。秦娘差点没有当场吐血，气得柳眉倒竖。你不说就不说，搁着白占我便宜。他气急败坏，但却又不敢对你不尊重，只能强忍着一笑，不动声色退后了几步。你意犹未尽，夸赞道：秦娘你身材可真好。秦娘内心骂骂咧咧，表面却是笑容满脸。多谢公子夸奖了。你装疯卖傻道：要不咱们找个地方交流一下。秦娘一听连忙警惕后退，不用了公子，奴家这几天身子不适，改天吧。他迅速转移你的注意，一只手指向一旁，快看人来了，你看去。只见那嫣儿姑娘确实有点姿色，20出头，眉清目秀。她一到，立刻就给你跪下行大礼，无比感激，甚至落泪道：多谢恩人赎身，从今往后嫣儿就是郎君的人了。你一听打住道：姑娘要谢不要谢我，我是帮别人来赎你的。嫣儿和秦娘皆是一愣，跟我来吧。秦娘，帮我跟你们老板道声谢，人我就带走了。秦娘听出了逐客令的意思，立刻弯腰施了一礼。是公子。他弯腰的一瞬，你最后意犹未尽的看了一眼，然后你带着人匆匆离开，找到了又在喝酒的安碧烈。他一看嫣儿姑娘，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，双眼瞪大如铜铃。嫣儿惊诧道：是你？安碧烈显得竟是有些不好意思，还在捯饬自己的头发。是我。你直接大笑道：嫣儿姑娘，是他赎的你，从今以后你就好好跟着安碧烈过日子吧。嫣儿姑娘闻言连连点头。安碧烈震惊，真是赎出来了。你摆摆手，洒脱无比道：记住你的承诺，明日自己进宫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安碧烈诧异道：你不怕我跑了吗？你一边走一边不回头的说道：为什么要怕？君子一言诺千金。安碧烈深邃的眸子失神，望着你的背影，内心五味杂陈，感激无比的轻声道：多谢，我一定会来的。解决了安碧烈的事，你一身轻松，只要他肯入宫，解决突厥忧患，就可以提上日程了。走到大门口，你猛地想起什么，一拍脑门：卧槽，我苏怡呢？此刻的天已经快要黑了，京城夜市开启，人山人海。你张望四周，却完全没有苏心斋的影子。这时候忽然一道人影悄然靠近了你的背后，你警惕性很高，浑身一紧，立刻转身暴退。可看到来人时，你惊呼道：苏怡！苏心斋紧咬银牙，显然是生气了。陛下，你跑哪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吓得快要通知羽林卫了？你知道自己这个天子独自一人消失几个小时，这简直就是地动天摇的事。嘿嘿，别生气，朕刚才忘了。苏心斋忽然嗅了嗅你的衣服，有烟之味，顿时绝美，脸颊一黑，你简直无可救药。你苦笑道：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苏心斋生气道：不是吗？刚才里面挥金如土的青年就是您吧？你耐心道：朕是为了招揽安碧烈，他明日就会来皇宫的，此地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回去再说。苏心斋美眸微微波动了一下，虽然生气，但还是将信将疑的跟着走了。约莫半小时后，御书房内，听完下午所发生的事，苏心斋柳眉轻蹙：陛下，您就不怕那安碧烈不来？你无比笃定道：不会的，他肯定会来，这一趟出去值了。见你如此肯定，苏心斋放心了一些，轻蹙眉头看向你道：陛下，是我误会您了，我刚才太激动，请您降罪。你咧嘴一笑，完全不在意。朕就喜欢你这样管着朕，别人都不行，朕就要你。苏心斋本听了还挺欣慰，但一看到你坏坏的笑容，顿时荡然无存。一旁福寿忽然弯着腰，小声道：陛下，段大人来了。你诧异道：这么快？快请进来吧。不一会，宗人府少卿段时连夜急匆匆的来了，跪下行礼道：参见陛下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来吧，不必多礼。听说宗人府关了一个犯人，叫圣七。闻言，段时诧异：陛下您怎么知道？此人是微臣正在连夜审改的犯人，卷宗记载犯下了惊天大案，刺杀当朝重臣，但经过微臣一查，这里面有问题。闻言，你蹙眉道：怎么个有问题？说来听听。